婆婆亲手给自己的儿子戴绿帽子，将儿媳送上亲戚的床，一家人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还给里面的2人看门。只因自己的儿子是个绝户，为了传宗接代，只能出此下策。随着门内发出的一声声惨叫，原身就这样去了西天取经。恰巧这时穿越过来的郑佳佳就替原身承受着这一切，看着眼前男人憎恨的眼神，郑佳佳心里发毛。你竟然跟我玩阴的！不是我，那汤是我婆婆给的。可笑，你是不是当我傻？哪个母亲会给自己的亲儿子戴绿帽子？可事情已经发生，今天这事你不说我不说，没人会知道，我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。你走吧。这件事绝不能传出去，自己可以成为二婚，但绝不能成为落人口舌的臭流氓。更何况在这个年代，这种事被发现了，可是要被游街示众的。男人听了他的话，轻哼一声，显然是没有相信女人的话。但眼下的情形自己也顾不得那么多，他只想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这里充斥的暧昧气息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刚刚发生了什么，自己做了那么禽兽不如的事情。周景川很难接受。随后男人打开门来到了院子里，却发现院子里空无一人，几间屋子也是空空荡荡。怪不得这女人敢这么放肆，原来二叔一家都出去了，她就是趁着这个空档才敢做这么出格的事。但也不怪周景川多想，堂弟跟这女人结婚2年多，愣是没有生出个一儿半女。村里村外都在传这女人是个不会下蛋的，倘若是这女人动了歪心思，自己也无可奈何。思索间，周景川闷头往外走，竟然迎面碰上了刚回来的二叔一家。景川，你这就走了？这大夏天的，我还说给你做点绿豆汤解解暑呢。费心的二婶，家里有2个孩子还没吃饭，我得先回去了。那好吧，你路上慢点，回头有空再过来。他们哪里是刚回来，分明是一直蹲在门口望风。像这种丑事是万万不能被外人知道的，更何况还是自己家做的局。在门口听了全程的周云燕很是不悦，妻子在别的男人怀里七上八下，而自己头上的青青草原都连成了片。周云燕气急败坏地冲进方才周景川待过的房间，郑佳佳正慢条斯理地整理自己。此刻的她泪眼朦胧，任谁看都知道刚才她经历了什么。周云燕气不过，上手抓着她的衣领。放在以前，郑佳佳早就开始默默掉眼泪了，但此刻的她早就不是以前那个软弱的女人。怎么想动手打我？打你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人。不是你们让我睡的，真是猪八戒耍把式，倒打一耙。你自己不行，干出这档子龌龊事，还来污蔑我不守妇道，你真不像个男人。此刻在商场上驰骋多年的郑佳佳早已见怪不怪，口齿伶俐地回怼眼前的人。而周云燕原本想着结束后郑佳佳生个孩子，自己的秘密也就守住了。这女人怎么跟吃了炮仗似的，真是翅膀变硬了。思索间，周云燕就要撸起袖子打他。你今天敢让我少一根头发丝，我就把你不能人道的事情说出去，让大家看看结婚2年不能生育到底是谁的问题。但越是生理上有问题的人，他的心里就越变态。结婚这几年，周云燕可没少打原身。经过这一事，郑佳佳也想明白了，这婚必须得离。原身有受虐倾向，他郑佳佳可没有。郑佳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要跟您的宝贝儿子离婚。你们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把你们一家子的丑事都抖落出去。你们都不怕丢人，那我也没什么好怕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跟我离婚？当初可是郑佳佳死气白赖，非要嫁给自己，甚至不惜跑过来给他家当保姆。现在竟然大言不惭提出要离婚。对呀，我当初就是瞎了眼，才会进你们家门。你们也别说那些没用的，就说离不离吧。不离我就把这些破事都宣扬出去。说着，郑佳佳就要往外走，还一边喊着：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大家都来评评理啊！好，佳佳，你别冲动。我知道这事是我们做的不对，但这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爸妈老了，咱没孩子，谁给咱们养老？这脸变得比翻说还快，真是能屈能伸，怪不得能把原身骗得团团转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离不离？不离的话，我不仅要把那些事说出去，我还要找帽子叔叔过来制裁你。你真要离？那我还跟你开玩笑不成？话罢，一家人在他面前开始眉来眼去，还拉着郑佳佳酷酷说好话。郑佳佳知道不能再磨叽了，这一家子人都没安好心，几年都没当过好人，今天一下子都开窍了。行了，你们也别掰扯那些没用的，明天我们民政局见，不然你们就等着出名吧。将这3口人赶出去后，郑佳佳很快进入梦乡，只留外面的几人抓耳挠腮。他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香饽饽，离了婚什么都不是，回了家也是一辈子家里蹲的老姑娘。儿子，你说的没错，况且他家还有后娘，哪能容得下他？根据记忆，原生的父亲是个纺织厂的小领导，而且2家离得不远，但原生很少回去，一来是对继母有意见，二是跟这父亲也没那么亲。受了委屈的原生也只会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，这些年的痛苦都只有原生默默独自承受着。那到时候他回来，我可不要他。第2天一早，2人就去了民政局办离婚手续。周云燕本以为郑佳佳会给自己低头，可人家连个眼神都没给她。郑佳佳，你可别后悔，这婚是你要离的，你到时候可别哭着回来求我。放心吧，不后悔。
半个小时后，郑佳佳看着手里的离婚证，长舒一口气，但眼下自己身无分文，想了想，还是回家把那些衣服带走。蚂蚁再小也是肉啊！一路上碰见的邻里邻居七嘴八舌，离了。为啥离啊？两口子过得好好的，有什么想不开的？那还用说吗？结婚快2年了，都没能给生个孩子，这样的女人谁要啊？郑佳佳没有理会旁人的闲言碎语，自顾自地走着。等我之后结婚了，生下孩子，看我怎么啪啪打你们的脸！于是郑佳佳就这么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回了家。如今她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先寄人篱下。佳佳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吴阿姨，先进屋说吧。没想到进门后发现父亲也在。这是怎么了？跟云燕吵架了？不是吵架，是离婚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离婚了？女人刚穿越就遭到婆家下套，两眼一睁就是尸身现场。婆家不仅幸灾乐祸，还埋怨她水性杨花。但郑佳佳可不是逆来顺受的主，当断则断，反手就是一个离婚回家。没想到却遭到亲生父亲的指责。你这简直就是胡闹！你说结就结，说离就离，你当婚姻是儿戏吗？还不够丢人的。建军，你别动气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别把佳佳吓坏了。你就为他说好话，你看他有一点点你的好吗？一旁的顾美琴嘴角的笑都快压不住了。本来郑建军就不待见郑佳佳，现在离婚还搞出这么大阵仗，这传出去郑建军都得夹着尾巴做人。你以为我想离婚吗？是他周家不把我当人看，结婚这么多年把我当保姆使唤，稍有不顺心的还得被打。郑佳佳伸出胳膊，上面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新伤跟旧伤叠加，触目惊心。郑建军本来满肚子气，在看到自己女儿身上的伤后，一时间愣在原地。半晌后，郑建军才开口说话：周云燕打你，你怎么不跟家里说？就是啊，佳佳在外面受了委屈要跟家里说，夫妻之间磕磕绊绊很正常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不能说离婚就离婚啊。顾美琴看似是在为自己说话，实则话里话外还是在埋怨郑佳佳离婚。现在不是跟家里说了，我也已经把离婚证给领了。屋内的郑新月闻声出来，但她不像顾美琴的城府那么深，说话总是直言不讳。郑佳佳，你真不嫌丢人？你看看这附近有谁像你一样离婚的？当初结婚的时候，爸就让你好好考虑，你非不听。现在好了，人家不要你了，你知道回家了。郑新月虽然字字珠玑，但说的也是实话。原身本就是个恋爱脑，当初郑建军求爷爷告奶奶，也要让自己考虑清楚，是自己非要剃头挑子一头热，奋不顾身的嫁。但他说的再有道理又能怎样？自己的事还轮不到郑新月来指手画脚。你闭嘴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来说话。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前的事是我不懂事，但是现在我要是不离婚，那之后说不定我就尸骨无存了。郑佳佳语气放软，甚至哭得梨花带雨。做父亲的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？行了，你也别哭了，这婚离都离了，但你受欺负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得找周家要个说法去。郑佳佳没想到这事就这么顺利的过去了，看来郑建军也是有心的，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让郑建军去周家。虽然离婚了，但他跟周家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要是他们把我跟周景川的事情说出去，那我的名声就毁了。爸爸，你别去了，这婚离都离了，事情闹大了只会让更多人笑话。你放心吧，之后我就哪儿也不去，我就留在家里伺候您。佳佳，你还年轻，这二婚的女人日子不好过。不过爸没别的本事，供你吃喝还是绰绰有余的。爸爸，你对我真好，要是我妈在天有灵，也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郑建军虽然生气归生气，他还是很爱自己的女儿，更何况原生母亲跟郑建军的爱意浓厚，自己故意提起母亲郑建军，一定会爱屋及乌。爸爸，那他回来住哪儿？郑建军听到这询问明显不悦，他是厂里的小领导，当初分了一个小三居，他们两口子一间，郑新月一间，小儿子一间。现在郑佳佳回来，房子都不够住的，但自己的亲生女儿回家没地住像什么话？这么大的房子还容不下你姐，一会把客厅收拾出来，家豪睡客厅。家豪还在下面玩，自然也不反驳，更何况郑建军用不容商量的语气说这话，顾美琴跟郑新月也不好说什么。但顾美琴怎么会任由郑佳佳回来占她儿子的房间？一到晚上，顾美琴就开始吹枕边风。建军，佳佳在家里住我没意见，但是趁着佳佳还年轻，是不是能再给她寻个亲事？这次咱们亲自把关，肯定不会出错。思前想后，郑建军觉得顾美琴说的也不无道理。现在男同志二婚都难找，更别说要是佳佳一直待在家里，等到了30岁，那再婚就是难上加难了。你说的也对，那你多操点心。咱家虽是二婚，那也不能含糊，不能随便。郑佳佳虽然回来没有明说离婚缘由，但大家都默认不能生育是最主要的原因。这要是一直嫁不出去，又没有孩子，家里就得一直养着，这能养得了一时，哪能养得了一辈子？听到丈夫没有反对，顾美琴一下子来了劲，心里想着这2天就要把郑佳佳嫁出去，苦了谁也不能苦了我的宝贝儿子。于是第2天一早，顾美琴就把这事散播出去，周云燕自然也听到了这消息。我盼天盼地等你回来求我复婚，你倒好，还直接相亲，我
儿子你就放心吧，这离过婚的女人谁要啊？更何况外面都传她不能生育，相亲也是出去丢人。被高慧兰这么一安慰，周云燕可算是好受些。同样听到消息的还有周景川，前2天才从我这儿借了种，现在就跑去相亲，那我算什么？于是心里涌起一股无名怒火，想去找他问个清楚，但又想起那事结束后郑佳佳提出2人再也不要提起这件事，周景川又硬生生把这个念头打消。另外自己还有2个孩子，我当时不顾家里反对领养了这2个孩子，为此还跟家里的2个老人闹掰，他们甚至至今也还没有来过我家。周景川也是自顾不暇。另一边的郑佳佳此时也是焦头烂额，虽然自己没有明确拒绝相亲，但是这些男人的质量实在堪忧，不是离婚代了啊，就是满口大黄牙，见到他们郑佳佳隔夜饭都能吐出来。郑建军知道后还为此跟顾美琴发了火，埋怨他找的都是什么歪瓜裂枣，好的人家也不愿意啊，佳佳是2婚，有就不错了。而郑佳佳在家也没闲着，自己借了高中的书，这个时候上学不仅不用花钱，还有补贴，要是我能顺利高考完之后再做点小生意，那日子就好过了。郑佳佳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，殊不知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自己的月事已经推迟了好长一段时间。情急之下，郑佳佳只能去医院抽血检查。不会吧，应该不会百发百中吧，拍电影都没这么快。但检查单拿到手的那一刻，宛如晴天霹雳。大夫，这孩子我不要，能不能做掉？但郑佳佳忘了，在这个年代拿掉孩子的手续十分复杂，首先就要结婚证，还有领导给开的介绍信，可他哪有什么领导，更何况刚刚离婚，结婚证没有，离婚证倒是有一个。必须要准备这些东西吗？你个小姑娘怎么回事？怎么听不懂话呢？医生也开始不耐烦起来，郑佳佳顿时情绪低落到谷底，她甚至在想要不找一个小诊所做掉这个孩子，但是风险太大，万一运气不好，自己要不就是丧命，要不就是终身不育，这2个无论哪个结果她都无法接受。但肚子总会一天天变大，到时候就瞒不住了，况且自己还离了婚，这也太不像话了。这时他唯一能想到的人只有周景川，毕竟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种。于是郑佳佳直奔养殖场，刚好碰到打算去送猪肉的周景川。郑佳佳拦住了周景川，周景川，我们结婚吧。女人被婆婆一家做局借种成功，借种对象还是自己丈夫的亲堂哥，女人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找到堂哥要跟他奉子成婚，甚至甘愿成为他2个孩子的后妈。周景川，咱们结婚吧。周景川好像被电击了一般，浑身僵硬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郑佳佳看周景川一言不发，我知道这样对你来说不公平，但我怀孕了，孩子是你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怀孕了，不到2周，是你的。周景川大脑一片空白，日子算起来是我的没错，但她好歹是我堂弟的妻子，但这孩子……郑佳佳看到愣在原地的周景川，已然猜出了他心中所想，这孩子是你的。我跟周云燕都已经好久没有同床共枕过了，不信的话，你可以亲自去问他。听到郑佳佳这么说，周景川心中也有了定夺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说起来这事你也是受害者，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那也没办法，更何况现在我也离婚了，这事儿你也知道吧。周景川心虚地看了看别处，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。事实上，自那天结束后，自己就总是不由自主地关注郑佳佳的消息。这个孩子确实是意外，但是就算我不想要，医院也不会给我做手术，该有的手续我都没有。一听到郑佳佳想要打掉他们的孩子，周景川几乎是一瞬间黑脸。郑佳佳也明显感觉到了他的不悦，于是话锋一转，不过我也没打算不要这个孩子，这怎么说都是一条生命，但是这肚子总会越来越大，我也总不能大着肚子嫁别人，所以咱俩结婚吧。可毕竟自己也是个刚离婚的女人，要想这事成，自己也得拿出点自己的优势来。周景川，我为人温和，这你也知道，我做饭做的也好吃，等嫁过去了，家里的事你就不用操心，2个孩子我也能照顾得妥妥帖帖。这话周景川自然是相信的，只是郑佳佳作为自己的弟媳刚离婚，现在他们就张罗着结婚，这任谁说出去也不太好听，但是事已至此，这孩子毕竟是我的，我也不能不管不顾啊。那你为什么离婚？家暴，周云燕一言不合就对我动手，我受不了了，提的离婚。说着，郑佳佳把胳膊伸过去，尽管上面的伤已经淡了很多，但是大大小小的痕迹还是很明显。周景川忍住想要拉过他手的冲动，紧紧皱着眉，没想到我这弟弟看起来人模狗样的，动起手来这么狠，竟然还打女人。好，我们结婚。思虑再三，周景川还是同意了。抛掉孩子的问题，自己也确实对这弟媳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。见周景川松口，郑佳佳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2人就这么一前一后走着，半路碰上了一位女同志，她一看到周景川就眼冒金光。周大哥，你这是要回家了吗？有事吗？我寻思今天下班没什么事儿，去你家给2个孩子洗洗衣裳。你最近这么忙，估计也没时间照顾2个孩子。做好你分内的事就行了，其余的不用你操心。说完，周景川就迈着长腿朝着大门走去。身后的郑佳佳看着这略微尴尬的一幕，
周景川这都不为所动，真是大直男一枚啊！人家姑娘给他暗送秋波，他估计还寻死人眼睛进沙子了，怪不得单到现在，不是没理由的。随后，他跟那位女同志点头示意，也算是打过招呼了。出了门，周景川停在一辆自行车前，正在犹豫要不要去坐公交时，郑佳佳已经大大方方的上了车。愣着干什么？走吧。那你抓紧，别掉下去。郑佳佳假装没看见周景川脸红。骑着车的两人很快就回了家。周围的邻居看到这一幕，也开始议论纷纷。小川那带的是哪家姑娘？模样还怪好的。我觉得这女同志是不是有点眼熟？以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哎呦，你这不说不行，这不是小周弟媳吗？就刚离婚的那个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也是好奇。按理来说，这周景川作为堂哥应该避嫌，现在却当没事人一样把他领家里来，任谁路过都得看两眼。但他们都知道周景川的脾气，也就只敢在门外头扯扯闲话。两人一进门，周甜甜跟周小辉就赶紧跑出来迎接。周叔叔，今天你回来的好早呀。周景川身后的郑佳佳看到这两个孩子，则是眉头一皱。这两个小孩浑身沾满了泥点子，周小辉鼻子上还挂着一条水晶吊坠。两人看着眼前这个漂亮阿姨，都有些拘谨地朝着周景川身后躲了躲。你们好呀，我叫郑佳佳，你们可以叫我郑阿姨。那你们刚刚在玩什么呀？怎么像两只小花猫一样？我们刚刚去抓小鸡了，那里面有鸡蛋，我们想拿出来。那你们带我一起去好吗？郑佳佳知道，要想跟两个孩子建立信任，就必须融入他们。他们也震惊，郑佳佳竟然没有嫌弃他们，而且还愿意跟着一起去。几人叽叽喳喳并排走在一起，像极了一家人。没过多久就拿回了5个鸡蛋，于是他趁着两个孩子回来洗手的间隙，想着提前给他们通个气。3个人站在卧室的门口，大眼瞪小眼。你们觉得郑阿姨怎么样呀？她好不好？好，郑阿姨很漂亮，假仙女。那以后让郑阿姨来照顾你们怎么样啊？说完，周甜甜哇的一声就哭了。周叔叔，你不要我们了吗？听到这话的周小辉马上也绷不住了。周景川这才意识到自己说话有漏洞，于是先赶紧安抚两个孩子。小嘴巴，闭起来，听我说完嘛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跟郑阿姨一起照顾你们，让郑阿姨来当你们妈妈好不好？不好，我们不要后妈，后妈会欺负人。周景川自然知道郑佳佳脾气很好，但两个小孩不知道，所以他只能耐心解释。不会的，郑阿姨很温柔，她会对你们很好，而且周叔叔每天都会回家，他一旦欺负你们，你们就告诉我。他们一直很信任周景川，听到他的保证，这才安下心来。周叔叔，我们相信你，而且漂亮阿姨是不会欺负人的，对吧？听到周甜甜这么夸郑佳佳，周景川顿时心花怒放。这下孩子们也安抚的差不多了，他又去找郑佳佳，没想到郑佳佳已经做了很多新奇玩意出来。这菜可真是丰盛啊，荤的素的啥都有，色香味俱全。他顿时眼前一亮，这些菜两个孩子肯定会喜欢的，我都从来没有吃过这些新奇东西，他们有口福了。周景川连带着看郑佳佳的眼神都放着光，果然饭菜一摆在桌子上，两个孩子就直流口水，甚至迫不及待就要用手抓着吃。甜甜，小混，我们吃饭之前应该要用筷子用勺子，不然的话就会把空气中的小坏蛋带进你们的肚子里，那你们就会肚子痛痛。郑佳佳的话有种神奇的魔力，能吸引两个小孩听她的话。周景川看着眼前的一幕，不由得觉得郑佳佳一定会是一位好妈妈。有了佳佳，两个孩子一定会更幸福。同时，郑佳佳看着两个孩子这么乖，自己也松了一口气，想来以后嫁进这个家，生活应该也不会太难。可正当家里和和气气吃饭的时候，门口却传来一阵惊呼：今天给孩子做什么好吃的了？这么香！女人重生篇嫁丈夫堂哥，却惨遭未来婆婆厌恶，第一次见面就给她下马威。婆婆不仅愤怒威压，甚至道德绑架。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怎么没事就不能过来？李如慧一进门就看见几人其乐融融坐在桌前吃饭，眼神一瞥，自己前侄媳妇竟然在自己儿子家里，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样子。吃饭了吗？要不一起吃点吧。自从当年因为领养孩子还有工作的事情跟家里闹矛盾之后，周景川就常年不跟家里联系，现在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相处。两个小孩一看见这个所谓的奶奶，也有些打怵。本来当年李如慧就不同意领养孩子，私下里更是经常给两个孩子甩脸子。佳佳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找景川有什么事吗？李如慧不动声色地开口，甚至不理会周景川的问题。郑佳佳正要回复，却被周景川抢了先。郎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正好今天我有事跟你说。什么事？还这么严肃？你说。我要结婚了，就这2天。谁家姑娘啊？怎么没听你提起过？李如慧看着眼前的郑佳佳，心里打起了鼓。这人你也认识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就是佳佳。周景川面不改色，李如慧却是慌了神。这郑佳佳前脚刚跟自己的侄子离了婚，后脚就攀上了自己儿子，更何况这大院里谁不知道郑佳佳她生不出孩子？你简直一派胡言，这就是胡闹！李如慧急得跳脚，自己的侄媳妇转眼就要变成自己的儿媳妇，传出去别人都要笑掉大牙。
这件事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，我是在通知你们，不管怎么说，我都想好了，到时候你们要愿意来就来，不愿意来也没关系。周景川一脸淡定，反倒显得李如慧像个疯子。你脑子里有没有东西？那是周云燕的媳妇，是你弟媳，你觉得这合适吗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佳佳离婚了，嫁娶自由，更何况我自己还带着2个孩子，人家不仅愿意跟我过日子，脾气又好，我觉得挺合适的。周景川，你是不是要把我气死？我跟你说，我不同意，你爸也不可能同意，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眼看大战一触即发，周景川却能不卑不亢，一旁的郑佳佳很是欣慰。本来还担心婚后婆媳这层不好过，现在看来，周景川这么护着我，我眼光可真不错。李如慧见说不通自己的儿子，反而扭头对着郑佳佳苦口婆心。佳佳，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个好孩子，通情达理，贤惠能干，但你跟景川真的不合适，你要想再嫁，我给你介绍。阿姨，我跟景川已经认定彼此了，虽然有些荒唐，但我是真心想跟景川好好在一起过日子的。这期间真实的缘由自然不能告诉李如慧，郑佳佳只能装作自己跟周景川感情坚不可摧的样子。而李如慧听完郑佳佳这么说，自己也不装了，直接破口大骂：郎，你要是没什么好说的就回去吧。周景川下了逐客令，李如慧不知道自己的儿子被谁下了降头，一心就扑在那个女人身上，但自己现在说话不顶用，只能气得离开。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对不起。哪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，这是咱俩商量好的事，明天我就去提亲，一会你回家之后跟家里说一声。周景川确实给了郑佳佳很多安全感，换作是别的男人，自己受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，自己前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说完，郑佳佳就急忙回了家。爸，我回来了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这么高兴？爸，我要结婚了。一旁不知道忙什么的顾美琴也不忙了，急忙跑过来。佳佳，谁？你说谁要结婚？谁要跟谁结婚？爸，我要结婚，我要跟周景川结婚，不知道你认不认识？这人是周云燕的堂哥。好歹郑建军也在这一带混迹多年，周家的事大大小小听过一些，更何况周景川养殖规模那么大，早就在十里八乡传开了。是那个搞养殖的个体户吗？对，就是他。这话一出，顾美琴开心的不得了。那个年代个体户不吃香，有个稳定工作才是真。哎呦，还以为这郑佳佳找了个什么厉害人物，也不过那样，还搞养殖的，养不养得起你都不知道。但顾美琴没有在面上表现得多明显，反倒还假惺惺地考虑郑佳佳。佳佳，这周景川怎么说也是周云燕的哥，更何况都是周家人，你这嫁过去外人是要说闲话的。真是生活索然无味，蛤蟆点评人类。但郑佳佳还是礼貌地对着这个后娘笑了笑。这有什么的？我们俩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都是单身，结婚了不仅不用跟公婆一起住，而且每天还有吃不完的肉，这任谁听了不羡慕？要我说，他们说闲话也是嫉妒我。郑建军一听不乐意了，自家女儿就为了这几块肉就把自己嫁出去了，可想而知在周云燕那儿吃了多少苦。佳佳，你想吃肉爸给你买，你不能就这样为了一口吃食就把自己稀里糊涂的嫁出去啊！本以为郑建军会不闻不问，没想到对原生竟然如此关心，看来血缘关系真是不容忽视。我倒也不是就为了这一口肉，周景川条件在那儿摆着呢，虽说他是养殖户，但是铁饭碗又怎样？一个月里那点工资还不够人家几天挣的。郑佳佳说的也有道理，但他总觉得这是歪理。周景川挣得多是没错，但听起来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佳佳，那周家父母能接受你吗？周家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怎么可能让家里发生这么丢人的事啊？爸，你这么关心我，我心里很高兴。刚也说了，我嫁过去不用跟公婆一起住，而且你放心吧，我也想清楚了，要是这周景川真的不好，我也不能选他。建军，我觉得佳佳说的也有道理，而且人家个体户也不一定永远不受待见，说不定人家以后过得风生水起的，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。顾美琴本就是为了看郑佳佳的笑话，她这么说也不过是想让郑佳佳早点嫁过去，她笃定郑佳佳肯定不受婆家待见。我就不信这小妮子过去能有好日子过，那周景川还有2个孩子，哪顾得了他？郑建军看顾美琴这时帮郑佳佳说话，肯定没安好心，但经过郑佳佳的一番劝说，郑建军终于点头同意了。不仅如此，从外面回来的郑新月一听到这个消息，也立马拍手叫好。但晚上躺在卧室，郑建军翻来覆去，我寻思要是佳佳真想跟周景川结婚的话，嫁妆弟弟佳佳多备点，不能让婆家看不起咱。那你打算给带多少钱？500吧，五福临门，佳佳嫁过去也有钱傍身。多少？郑建军，我们是嫁女儿，不是找人入赘，更何况佳佳都2婚了。没想到顾美琴怨言这么大，郑建军心里也很不舒服。嫁妆是给女儿傍身的，就是佳佳的底气。本来这头婚就嫁的不怎么样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佳佳幸福才重要。顾美琴早就在心里把郑建军骂得狗血淋头，表面上还得跟他和和气气的，
毕竟郑建军还是一家之主，自己未来还得靠他。那这样吧，要不先少给一点，佳佳那孩子太傻了，不要到时候钱拿过去都给了婆家。顾美琴说的对，但郑建军犹豫了一会，还是觉得这闺女兴许长大了，应该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但若是人家提亲拿来几十块，自己嫁妆一出手就是500块，传出去也是有够丢人的。这样不就成了倒贴吗？算了，明天再说吧，先睡觉吧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一家就急忙收拾家里。郑建军还让顾美琴去把桌子擦干净。刚打扫完没多久，门外就传来大货车的声音，私下邻里全都聚了过来。这是谁家小伙子来提亲？要长腿长的好模样，还带了这么老些东西。不知道啊，咱大院的谁找对象了？这是咋回事？难不成这郑建军的小女儿就要结婚了？都能吧？那姑娘不是马上考大学了吗？难不成刚离婚的那个？众人没有不羡慕的，二婚都有这样好的人家要，说出去都足够吹3天3夜的。郑建军一开门就看到高挺的周景川，身后还有2人帮着提东西，大大小小的烟酒礼盒，甚至还有2半扇猪肉。顾美琴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？那个年代能吃上肉的都算是好人家。叔叔阿姨，这是我带的一点心意，不知道你们爱吃什么，就都带了些。几人在门口客套的寒暄。郑建军虽对周景川甚是满意，但该问的话还是得问。景川，那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女人二婚待宰嫁村里富豪，不料这竟是前夫堂哥。隔天提亲带了天价彩礼羡煞旁人，老丈人喜笑颜开，还要强装镇定，苦口婆心只为女儿幸福安康。景川，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们佳佳虽然是二婚，但她一直都是好孩子，她现在想要嫁给你，你可不能瞧不起她。那是自然，佳佳嫁过来也不容易，彩礼我打算给1000块，图个10全10美，该有的3转1响我也绝不会少，绝不能让她受委屈。此话一出，周围的空气像是凝滞了一般。在80年代，彩礼上200块的已经算是富裕人家。周景川一开口就是1000块，别说顾美琴，连郑佳佳都吓了一跳。你说啥？你彩礼要给1000块？是了，叔叔。这孩子也不早点知会一声，人家给这么多，我这嫁妆要是给少了，不就成了卖女儿的？景川啊，你彩礼真给这么多？是了，叔叔，我已经带过来了。周景川说话间，从怀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，里面赫然是1000块彩礼。郑佳佳瞬间慌了神，要是几十块还好，可这笔钱不是小数目，要是放在家里，以后被顾美琴拿去给儿子娶媳妇怎么办？顾美琴在一旁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这二婚的小妮子都能让别人给1000块的彩礼，这也太奢侈了。此刻郑建军反而更加放心周景川，一个彩礼都能拿出这么多的男人能坏到哪儿去？一屋子几人心里各有各的小九九，思前想后，郑建军开了口：景川啊，这钱虽是彩礼，但我们不留，到时候你们就自己拿着，我们这边贴500，算是给你们这个小家的支持，也是佳佳的嫁妆，你去，希望你不要嫌少。叔叔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给多给少都是长辈的心意。周景川平常3棍子都闷不出来一个响屁，今天一天说的话却比1周说的还多。一旁的郑建军让顾美琴回房拿出那500来，顾美琴敢怒不敢言，想着以后还是要靠郑建军，自己也不好说什么。谢谢吧。郑佳佳没有推辞，痛快地收下了钱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彩礼给出去肯定是不会要回来，但是按照郑建军的脾性，肯定还是会把那钱给自己。那我岂不是有1500元的巨款了？郑佳佳的开心根本藏不住，连带着看周景川都觉得顺眼了不少。那来都来了，今天我就给大家露一手吧。好啊，我也好好尝尝我女儿的手艺。而顾美琴在一旁跟谁欠了她几百块一样，从头到尾黑着脸。听到郑佳佳主动做饭，她更是巴不得。郑佳佳的厨艺一直了得，3下5除2就做了一大桌子菜，郑建军都眼前一亮。来，咱们边吃边聊，小周你多吃点，别客气。郑建军吃饱喝足，又忍不住在周景川面前吹嘘自己女儿。我女儿做饭是没话说，以后嫁过去，你小子算是享福了。饭局很快结束，郑佳佳送周景川出门，2人刚出去家里就闹翻天。建军，你以后做事情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？从古至今我也没有听过说把彩礼钱又还回去的，你还回去就算了，怎么还能倒贴500呢？景川彩礼给了那么多钱，要是咱做父母的没有表示，那不就摆明了卖女儿吗？再说了，这钱怎么说也是佳佳的底气，兜里有了钱就不用受人欺负，我这么做哪里不对？我觉得不对，那1000太多了，佳佳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要我说佳佳有500就够了，剩下的放家里还能给她攒着。这已经是顾美琴给做出的最大让步，她压根儿一点也不想给郑佳佳。郑建军不理解怎么一向温柔贤良的顾美琴变成了这副样子，竟然还开始惦记自己女儿的钱。美琴，你管的是不是太多了些？我觉得这些事上你不用插手，我自有安排。郑建军不是棒槌，他可不想被女人拿捏。
建军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也是佳佳的吗？怎么可能不为他考虑？我们拿这一部分钱，到时候佳佳没钱了，这钱还能用来应急。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顾美琴掐准了郑建军会心软，于是自己哭得梨花带雨。果不其然，郑建军语气开始放软。美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觉得我亏欠了这孩子，想让他以后过得好一些。亏欠，当初那周云燕也是他自己选的，过得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顾美琴自知改变不了郑建军的想法，一气之下摔门进了卧室。门外的郑建军想不通，从前那个通情达理的顾美琴为什么不见了。这时郑佳佳回来了。爸，你觉得周景川人怎么样？是不是还不错？郑佳佳迫不及待期望得到郑建军的认可。是还不错，关键是对你好才最重要。你要嫁过去不受气，就是你刚过去就得照顾2个孩子，实在是太辛苦。不行的话就请个人来帮忙，别累着自己。爸，这点苦没事的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那彩礼钱你就留着吧，你年纪大了，有了这钱还能有个保障，别太累。话罢，郑建军眼泪已经开始打转，没想到女儿这么关心自己，而刚刚自己竟差点听了顾美琴的话，还想把那个钱留一部分。我怎么这么过分？我真不是个好父亲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那钱你就好好留着，就当你的小金库。郑佳佳听后心中一喜，但还是装作不在意的样子。爸，我还年轻，我还能赚钱，您别太劳累，我辛苦一点没关系的。郑佳佳的演技可谓是炉火纯青，要是可以颁奖，她应该能得奥斯卡小金人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听话。最后当然是郑佳佳勉为其难地收下了这钱。卧室里听了全程的顾美琴恨不得出门把这钱抢回来。我一听就知道这小妮子是装的，亏得郑建军还被唬得团团转。顾美琴恨得咬牙切齿，她在屋里急得直跳脚，但又实在没办法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到手的巨款飞了。这个家有郑佳佳迟早得散。村里消息传得快，周景川结婚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他父母那。你看看你的好儿子，一言不合就结婚，哪儿还把咱们做父母的放在眼里？一旁的周敬业听着也是头大，这儿子本来就不听劝，决定好的事儿更是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行了，也别说了，到时候结婚我们去看一眼，哪有孩子结婚父母不在场的？那说出去像什么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还真打算去啊？那不然呢？毕竟是自己亲生的，那以后还能不来往了？你不去，那我去看，多少总得有一个家长在场。你也别去，那郑佳佳在父母不同意的情况下，还非要死乞白赖嫁过来，我们没有这样的儿媳妇。李如慧自己不去，也不想让周敬业去，她打心眼里就瞧不上这个儿媳妇。我看你就是脑子坏掉了，你爱去不去，不去拉倒，我去。周敬业也不想再跟李如慧掰扯，大力摔门离开，只留李如慧一人在家里嘶吼发疯。很快消息也传到了周云燕耳朵里，出事了，郑佳佳要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郑佳佳要结婚了？周云燕一家本想着郑佳佳肯定回来求着复合，没想到等来的竟是要结婚的消息，还是跟自己的亲堂哥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们俩怎么能结婚？周云燕嘴里嘟囔着，显然接受不了这件事情。他们不就一起在一个屋子里待了一天，就要结婚了？就是啊，说到底周景川也是咱家亲戚，这周景川好歹是你堂哥，这不是存心可引人吗？高慧兰也同样接受不了，要是嫁给别人也就算了，偏偏是周景川，这传出去得多丢人啊！周云燕脸色煞白，但她知道她现在最应该做的事就是阻止他们在一起。我大伯他们知道吗？爷爷奶奶都知道吗？这件事传出去，我肯定要沦为世人的笑柄，我不能让这件事发生。周云燕说着就直直地跑了出去，她必须阻止这场闹剧的发生。女人刚穿越就被变态前夫设计尸身，气急之下女人连夜离婚嫁堂哥，隔天就给前夫发了结婚请帖。前夫竟不知廉耻，四处寻人求复婚。你们找我也没用，我这儿子谁不知道他的德行？决定好的事10头牛也拉不回来。大伯母，你也知道那郑佳佳根本不能生育，这样一来怕是你们家都不能传宗接代了。听完周云燕的话，李如慧脸一黑，当机立断找这个家最有威望的人。这件事传出去是不好听，可你堂哥是什么样的人咱也知道，既然他都决定好了，那事情也只能这样了。爷爷，要是你出面，他肯定会听你的。老爷子一听这周云燕像是命令自己一般，顿时心情也不美丽了。你们先回去吧，这事我回头看。几人面面相觑，听到老爷子这么说，那基本这件事老爷子是不可能插手了。出去后，周云燕一脸愁容，这可怎么办？我难道就眼睁睁看着郑佳佳嫁给别人吗？云燕，这样吧，你主动去找郑佳佳提复婚，态度好一点。那我现在就去。与此同时的郑佳佳家里正忙着布置婚礼现场，一大家子热闹非凡。周云燕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佳佳，我有事跟她说。周云燕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别在大喜的日子碍眼。佳佳，以前的事是我不对，我现在后悔了，我给你道歉，但咱们好歹夫妻一场，你闹脾气归闹脾气，别把事情做得太过了。一旁前来帮忙的亲戚
听到这话坐不住了，几人窃窃私语：不思，这什么情况？小两口闹脾气，那也不能就把离婚证扯了吧？周云燕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结婚请帖是不是没给你？你待会儿走的时候拿着，记得来的时候多给我包点红包，好歹我们夫妻一场不是。周云燕一听，这脸上的面子都快挂不住了。郑佳佳，你别太过分，赶紧把婚退了，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咱俩接着好好过日子。郑佳佳听完，甚至忍不住翻白眼，她不懂周云燕哪来的这么大脸，竟然能说出如此大言不惭的话。周云燕，你照照镜子吧，我是不可能跟你复婚的，你爱跟谁过跟谁过，别来打扰我。郑佳佳，你知道你这么做爸妈有多失望吗？周云燕还妄图给郑佳佳施压，郑佳佳只能搬出郑建军来帮自己。爸爸，大喜的日子我不想看到不相关的人，请他出去吧。周云燕，你就回去吧，这马上结婚的日子你这钱付来不合适。你们真以为那周景川是什么好人？自己没结婚就带2个孩子，嫁过去了有你受的，他就是一个养猪的，有什么本事？周云燕，你别太过分，不会说话就闭嘴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看好了，里面的缝纫机什么的都是周景川送的。来之前，周云燕就听说周景川彩礼足足给了1000块，真不知道周景川怎么想的，这一个二婚女人有什么值得的？几人甚至怕周云燕不信，还专门回屋拿了存折出来。周云燕看到存折上庞大的数字，一时间宛若五雷轰顶，但为了顾全大局，周云燕只能先忍着。郑佳佳，你就别闹了，你跟堂哥的婚姻本身就是错的，跟我回去吧，你俩结婚后肯定不会幸福的。周云燕，我们现在离婚了，我幸不幸福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郑佳佳一边给周围的人发着喜糖，一边回着周云燕的话。周云燕的脸青一阵白一阵。郑佳佳，你可别后悔，我给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懂得珍惜。周云燕气急败坏地离开，说的好像这机会谁稀罕一样。郑佳佳心里刚想完，一旁的郑新月就屁颠屁颠跟着周云燕出去了。周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你也别气了，我简大是没眼光，放着你这么一表人才的人不要，非要嫁一个养猪的，以后可有他受的。新月，还是你看得通透。两人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。这周家人真会玩，妹妹攀上姐夫，姐姐马上嫁给堂哥。2天后，婚礼如期举行。周景川一早就来了，两人男俊女美，很是惹眼。周景川本以为自家这边没人过来，结果却在人群中一眼看到了爷爷奶奶。爷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大喜日子没有长辈怎么行？我们过来给你撑撑场面。周景川内心一阵感动，您费心了。而原本在门外偷看的周敬业夫妇也不藏着了，大摇大摆地进去。郑建军看到周景川一家来了这么多人，打心眼里也是高兴的。郑建军一直都是关心这个女儿的。景川，我这女儿可就交给你了，你们俩以后有什么是有商有量的，好好过日子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婚礼已经算是圆满，郑佳佳也已经很满意了。过了没2天，周云燕也在自己家相起了亲。郑新月一听消息就赶忙过去。你怎么来了？高阿姨，我来找云燕哥，他在吗？那你等会吧，你云燕哥正相亲呢。没过一会，里面出来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，还没等高慧兰问什么，女同志就抢先说：高阿姨，我跟周云燕不合适。里面的周云燕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问题，这女同志就跟自己聊了2句彩礼就生气了。不就是要求她带点嫁妆过来吗？我虽然是二婚，但怎么也不能比头婚差吧？这女同志脾气不好，不能要。一旁的高慧兰对自己儿子的想法很是赞同，就是又不是卖女儿，要那么多彩礼做甚？郑新月一听，两眼一转就开始接茬。就是结婚过日子主要是2个人在一起，我看不给彩礼也行。周云燕一听乐开了花，没想到这郑新月比她姐懂事那么多。新月，你就是跟你姐不一样，一看就是被好好教过的。其实从郑佳佳跟周云燕结婚时，郑新月就喜欢这个姐夫了。现在他俩离婚了，自己巴不得天天凑上去。我妈说了，我到时候嫁人了，一定是要好好孝敬公婆的，什么事也要听丈夫的。高慧兰哪能听不懂郑新月的话外音，明摆着就是上杆子找自己儿子。新月啊，那你觉得云燕怎么样？云燕哥挺好的。说完，郑新月竟还脸红了。高慧兰跟周云燕不是不知道这姑娘在想什么，但事实上周云燕看不上郑新月。相比之下，郑佳佳长得也更好，而且还贤惠。但郑新月刚才说的话也引起了周云燕的注意。这女人竟想着1分钱不要赔钱嫁过来，要是郑佳佳知道我跟她继妹在一起了，不得气疯啊！想到这儿，周云燕心里有了定夺，连带着高慧兰也对郑新月热情了不少。郑新月别提有多高兴了。而与此同时的郑佳佳还在睡梦中，自从怀孕后，她就特别嗜睡。郑佳佳，都几点了还在睡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天忙得有点晚，早上景川吃了饭走的，已经去养殖场了。李如慧一听自己儿子一大早起来去工作，还要自己做饭，儿媳妇睡到日上3竿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我做了饭才睡的。郑佳佳解释了一番，李如慧听后这才脸色好了不少。天天在家里待着算什么事？你现在跟景川结婚了，要好好过日子的。我这儿有个工作，你要不要？郑佳佳正愁在家里无聊呢，早就想找工作了。
哇，什么工作啊？郑佳佳觉得还是先问清楚比较好，更何况自己还想考大学呢，这时间也得合理规划才行，可不能什么活都接啊。男人因不举让妻子跟别人滚床单，妻子转头就进了别人家的门。二婚后天天在家睡大觉，不料婆婆却突然登门拜访。我们厂里有个工作，你去吗？车间的。李如慧是制衣厂的主任，安排一个岗位不是什么难事，但郑佳佳属实对这工作没什么兴趣。我打算考大学了，到时候还要带2个孩子，上班怕是有些难，我打算找个兼职。你倒是说的轻巧，这年头哪有什么兼职？那就到时候再说吧，也不急于一时。李如慧一眼觉得这郑佳佳就是摆明了想在家白吃白喝，可郑佳佳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任由李如慧跳脚，自己也无动于衷。你好自为之。李如慧看了郑佳佳好几眼，随后愤然离去。被李如慧这么一打扰，郑佳佳也睡不着了，干脆做好了午饭去给周景川送。你怎么来了？睡醒了就给你们做点饭送过来。吃午饭了吗？还没，以后不用过来送，养殖场有做饭的。我才不是给你送的，我给2个孩子的，你不吃算了。郑佳佳撇了撇嘴，一旁的2个小孩却看起来很害怕她。怎么了？我们不饿，我们不吃。这时候赵芳恰巧过来，孩子们像看见救星一般抱住了赵芳的腿。芳芳阿姨做了面条，走，快来吃。 2个小孩没有犹豫的就跟着赵芳离开，只剩郑佳佳提着饭盒站在原地，那样子属实有些惨。2个孩子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很讨厌我的样子？周景川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2个孩子带出来后，他忍不住问：“郑阿姨怎么你们了？有委屈就跟我说。” 2个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是一味的摇头。但2个孩子也不可能平白无故对人爱答不理的，这是跟那个赵芳肯定脱不了干系。 2人好说赖说才哄好2个孩子。警察，我想找个兼职。随后，郑佳佳又把李如慧来家里的事情告诉了周景川。不用理会，家里又不缺钱，不需要你出去赚。但要是你实在想去，忙不过来的时候，可以把孩子送养殖场来。听到这男人这么支持自己，郑佳佳心里不由得开心。饭后，郑佳佳带着孩子先回。思前想后，她觉得有必要好好跟2个孩子说清楚。甜甜、小慧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别人跟你们说了什么，但是阿姨对你们好不好，你们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只听别人的一面之词，要用心感受。 2个孩子看着眼前的漂亮阿姨，愧疚地低下了头。回到家，郑佳佳带2个孩子洗了洗澡，又开始带着2个孩子学习。这2个孩子马上也能上学了，趁现在学一点，以后说不定能轻松些。周景川一回来就看到这样一副温馨的场面，心中也对郑佳佳更是满意。这个给你，买陶瓷的时候顺便看见的。郑佳佳看着周景川递过来的银镯子，心里不由得激起了涟漪。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别误会啊，这个就是我碰巧看到了，顺手买的。 郑佳佳会心一笑，突然之间，原生的记忆涌入脑海。我记得原生有一个翡翠镯子，是他母亲留下的遗物，还有一个手表，都在陪嫁时一并带过去了。这些东西我必须拿回来。一会儿我要出去一趟，你看一下孩子。虽说是需要东西，但毕竟是去前夫家里，说了怕周景川不高兴。没想到周景川问都没问，直接就说好。我去周云燕家拿东西。想来想去，郑佳佳觉得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。需要我一起去吗？不用，我自己就可以。 郑佳佳想不了这么多，直奔周云燕家。她怎么来了？谁？郑佳佳。周云燕一听这个名字就疼得站起来。我就知道她这个养母当不下去，她肯定是后悔了，来找我复婚。在门外的郑佳佳隔着老远就听到了周云燕的声音：“谁要跟你复婚啊？我来是拿回我的东西的。离婚的时候你不就全带走了？哪还有你什么东西？你手上的镯子，你手上的手表，还有你身上的布拉吉，都是我的。现在也该物归原主了吧？” 郑佳佳指着眼前几人身上的东西，周云燕一家面面相觑，显然是不想还。谁说这些是你的？送出去哪有往回要的？镯子是我妈的遗物，我理应要回来吧？那手表是当初我结婚的嫁妆，现在咱俩离婚了，我也该拿回来吧？还有那件布拉吉，是我花钱买的，我现在不想给你了，我不能要回来吗？堆在门口的邻居一听，不由得对周家嗤之以鼻。都离婚了还带着人家的嫁妆，真是好意思，说出去也不嫌丢人。就是，又不是自家买不起。 拿别人的东西算怎么回事？外面那么多双眼睛一起盯着里面，不还只会让事情更加一发不可收拾，搞不好还要引来帽子叔叔。于是郑佳佳很快拿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叔叔阿姨们，有谁想要这手表？当初200多买的，现如今我也不多要，一口价60。还有这裙子也是新的，洗洗还是一条好裙子，一口价5块。不料郑佳佳直接在周家门口做起了生意。郑佳佳，你怎么敢的？这不是直接把我的脸放在地上踩吗？ 身后的周家人脸一阵红一阵白，羞愧难当。郑佳佳拿着这笔钱买了上好的布料，带回去给周景川还有2个孩子做衣服。你明天有空吗？周景川一时间有些懊恼，自己不懂得这些习俗，也没在意过。见周景川不回答，郑佳佳意识到了什么。没事，你要是忙的话，
我就自己回去。周景川不说话，就当默认了。这郑佳佳说不定还对周云燕旧情难忘，我也已经做得够多了，还是不要许什么承诺为好。万一要是来不及赶回来，不就打脸了吗？郑佳佳一阵心酸，但又不好说什么，毕竟生意也很重要。下午，周景川就带了2个人来家里装了热水器，周围的邻居议论纷纷，尤其是那王婶子。这郑佳佳刚嫁过来就花钱大手大脚的，要是这公婆知道了，肯定得气背过去。当初这王婶子的闺女王翠花一心就看上了周景川，没成想半路杀出来个郑佳佳，于是2人就开始记恨，恨不得这个家早点散。果不其然，没多久李如慧就来了家里。妈，有事吗？你猜今天谁来家里了？谁？你隔壁王妈，人家可说了，自从你跟小郑结婚以后，这花钱如流水，还往家里按了热水器，真的假的？没等周景川回答，郑佳佳先接了话。啊，这是我们考虑不周到，警察，你下午再去联系一下，给他们那边也装一个，洗澡方便。周景川自然是乖乖点头。李如慧这会儿也看起来心情好了不少，这2个孩子都听话，一直很听话，也很懂事。李如慧点了点头。既然2个人决定好好过日子，那就趁着年轻再要个孩子。郑佳佳跟周景川对视一眼，多少有些尴尬。要是李如慧知道郑佳佳已经怀孕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。2人只好连连答应。这郑佳佳这么听话，我怎么说什么她都应着。又待了一会，李如慧才告辞离开。郑佳佳送到了门口。啊，你骑车慢点。李如慧刚应了一声，就望见王婶子趴门上偷看。行了，佳佳，回去吧，有空带着孩子来家里吃饭。王婶子本以为能把这婆媳关系挑拨起来，没想到人家好得不得了。郑佳佳轻笑一声，没想到这婆婆还挺可爱。天底下做父母的都一样，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？可能有些时候只是言语过激，但本质还是为我们好的。与人离婚转嫁村里的高富帅，前夫却被自己的妹妹当作香饽饽，甚至不要彩礼倒贴也要嫁进周家。自打姐姐离婚，郑新月就一直盯着周云燕那边的动静，一旦她有想结婚的想法，郑新月就马不停蹄地跟家里人说：妈，我想嫁给云燕哥，你帮帮我吧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周云燕是什么人？你又不是没听郑佳佳说过。我跟郑佳佳不一样，到时候我给他们家生个大胖小子，谁还敢不对我好？真是不知道郑新月哪里来的自信。就算我同意，你爸也不会同意的，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。妈，你好好跟我爸说一下，他不会不同意的。更何况周云燕走的是仕途，他们家老爷子更看重谁，这不是显而易见。以后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顾美琴听着郑新月话的饼，心里不免动容。更何况这周云燕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才，以后要生个1儿半女的孩子也差不到哪儿去。这件事再说吧。话虽这么说，但郑新月知道顾美琴同意了。夜晚，顾美琴就给郑建军吹起了枕边风。老郑，你看新月也年纪不小了，你觉得云燕怎么样？长得也一表人才的，而且咱们也知根知底的，人家还是铁饭碗。你看，你说谁？周云燕。胡闹！新月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吗？忘了佳佳是为什么离婚了？怎么就非得跟周家缠在一起？这件事没得商量，要想嫁人，我去城里物色，你别跟着乱点鸳鸯谱。顾美琴知道郑建军也是为了郑新月好，第2天一早他就把这消息告诉了郑新月。可郑新月显然不领情，甚至当面质问郑建军：凭什么他郑佳佳就能嫁给那么好的人，我郑新月就只配嫁给一个厂里做工的？反正不管你怎么说，这件事我都不会同意。你也是我当亲女儿看的，我还能眼睁睁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吗？啊，郑佳佳没享的福，你也不想让我享吗？此时的郑新月看郑建军的眼神已经全然没有了亲情，反倒像是看仇人。那随你开心就好。郑建军无话可说，郑新月也知道没辙，一气之下跑了出去。佳佳嫁给云燕，他堂哥你都不说什么，新月想嫁给云燕你就百般阻挠，都是女儿，你怎么能区别对待呢？更何况新月跟佳佳不一样，嫁过去肯定能把日子过好。一旁的顾美琴也开始上纲上线，活脱脱一个郑建军会挡着他们母女发大财的样子。结婚又不是儿戏，你凭什么就觉得新月嫁过去一定过得好？佳佳脾气都那么好了，都被那家子欺负成那样，有一次就有第2次，你可长点心吧。郑建军还是想把道理跟顾美琴说明白，可奈何人家根本不想听，反而提起了郑新月的嫁妆。那新月结婚的时候你给多少嫁妆？新月跟佳佳是一样的，佳佳有的新月也都有。听到这话，顾美琴的心情好了不少。但无论如何，周云燕这个金龟婿的抓紧，不然可真就被别人抢走了。隔天，郑佳佳回门，四下邻居却只看到郑佳佳一个人的身影。佳佳回来了，周静川怎么没跟着一起啊？虽然郑佳佳的婚礼办得风光，但人们总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，都瞅着空子看笑话。景川今天有工作，太忙了。郑佳佳不以为然，笑着说完就回家了。什么呀？一句有工作就把人打发了，一看就是不受重视。今天正好休息，郑建军跟顾美琴都在家。大佳佳回来了，景川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？他忙，我就没让他跟着。
佳佳现在知道体谅男人了，你也是懂事了。一旁的顾美琴表情淡淡的，让人看不透她在想什么。郑佳佳没有理会顾美琴的阴阳怪气，而是跟郑建军寒暄起来。家里这么热闹啊，今天佳佳回门，怎么你男人没有跟着来啊？来人正是顾美琴的大姐顾美莲。自打顾美琴嫁进这个家，顾美莲就没少跟着占便宜。郑佳佳不想理这个女人，干脆眼睛都没抬。美琴，你就是心太软，这做继母的也不能光对自家孩子严格，对别人家闺女宽容。你看我这个长辈问她话呢，也不知道回一下。很早之前，顾美莲来家里打秋风，郑建军就不说什么，他还以为是自家妹妹能这么厉害，把男人管得服服帖帖，于是今天也更加肆无忌惮，甚至直接开始教训郑佳佳。江江，也不是我说你，二婚的人了，改改自己的小脾气，不然你家男人怎么回门都不跟着过来，这都是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的。顾美莲越说越起劲，郑建军听不下去了。从前是看在顾美琴的面子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女人还有脸说别人家，自己家的破烂事都一堆接着一堆。郑建军正了正脸色，严肃说道：大姐，你有那闲工夫，还是先把自己家的烂摊子收拾好吧。我家孩子自己会教育，你要真会教育孩子，也不能教成现在那样。建军，大姐就是说话直了点，你也没必要这么说她吧。顾美琴看到亲大姐被郑建军轻贱，自然心里不好受。说话直也要看是什么场合，你们天天待在一起，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？几人僵持间，突然门外传来了声音，正是本来说好不过来的周景川。景川，你不是在忙吗？怎么过来了？刚谈完就赶紧过来了，没耽误吧？周景川手里还提着2瓶茅台，郑建军没事就爱喝2口小酒，这也算投其所好了。一旁的顾美莲自然也盯上了这2瓶好酒。美琴啊，这2瓶酒可是好酒，你姐夫都没怎么喝过，你看你家那么多，这2瓶不如我走的时候带走吧。顾美莲话音刚落，几人就一并朝他看去。大姐，这是我女婿拿来孝敬我的，你想喝的话，让你女婿给你买。郑建军越发觉得这大姨姐实在是上不得台面，哪有当着人面就要东西。美琴，我看你在家里的地位也不怎么样，2瓶酒的主也做不了，那以后别的忙估计也够呛。我走了，就不在这儿待着碍眼了。顾美莲刚走，顾美琴就发了火。建军，那毕竟是我亲大姐，你今天这么做也太过分了。爸，没事，实在不行我等会儿给他送2瓶过去。顾美琴的上纲上线应的郑佳佳越发的乖巧懂事，郑建军都不由得更加愧疚以前没有好好关心这个孩子。不送，咱们家又没有欠他的。爸，那你也别生气，气坏了身体不值当。随后又说了几句，才跟周景川离开。回去的路上，周景川还拐去买了一个大西瓜。郑佳佳很是感动，我就随口提了一句，没想到他现在还记得。而与此同时的郑新月天天游荡在周云燕身边，甚至还给周云燕送饭。云燕哥，你怎么才出来？我都等你半小时了。我先送你回去，我现在有点事，你在我家等我吧。送完郑新月的周云燕直奔周景川家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很想见见郑佳佳。说不喜欢郑佳佳是假的，她长得漂亮，人又贤惠。她刚走进院子里，就看到郑佳佳弯着身子在地里忙着什么。这么久没见，这女人怎么还越发好看了？周云燕看着眼前的女人，没忍住叫了一声：佳佳。你怎么来了？佳佳，我想你了。说着，周云燕就扑过来，一把抱住了郑佳佳，甚至贪恋地闻着郑佳佳身上的味道。郑佳佳奋力挣扎，她可不想2个小豆丁看见这一幕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滚开！佳佳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，我也不该对你动手，你就原谅我吧，以后我肯定会对你好的。可郑佳佳毕竟是个女人，男女力量悬殊。令郑佳佳没想到的是，周景川就站在门口，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欺负，还无动于衷。这人可真够大方的，自己媳妇被欺负，他还能站在原地看戏。郑佳佳的火气腾地冒了上来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不仅一把推开了周云燕，还给了他一巴掌。滚，别让我再看见你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周云燕只能讪讪地离开，可周景川进来后，甚至没有给自己一个眼神，径直走向了2个孩子。虽然我们是协议结婚，但也没必要做这么绝吧。郑佳佳一时间只觉得心寒，她不明白怎么有人可以说变就变。此时的郑佳佳气哽在心口，不上不下。难道自己就要一辈子跟这样冷血的人生活在一起了吗？与人离婚，在家村里养殖大户，本以为今后会幸福美满，打脸前夫，不料丈夫却口不择言，污蔑自己跟前夫剪不断理还乱。在郑佳佳被前夫公然骚扰时，自己的丈夫却在一旁冷眼旁观，甚至那人走后，周景川第一时间进来，却是安慰孩子。周景川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先冷静一点。冷静？我已经够冷静了，我是你老婆。刚刚周云燕在干什么？你没看到吗？为什么不过来帮我？看到了，然后呢？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这佳佳，你搞清楚，我们是协议结婚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在2个孩子面前避讳一点。周景川，我可真是小瞧了你，你为人可真够大方的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跟周云燕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。她突然做那样的事，我一个女人哪有什么力气去反抗她？你们2个，你别把我们2个相提并论。
出了事就找女人背锅，可真有你们的。还有，我跟那种恶心男人没有半毛钱关系，我看都不想看他一眼。随便你怎么说怎么想，你要是不愿意帮忙就算了，我也不求着你帮。郑佳佳一顿输出，甚至眼睛已经蓄满了泪水。夫妻之间甚至没有一点最基本的信任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话罢，郑佳佳转身进了隔壁房间。周景川看着委屈的郑佳佳，心里也有股说不出的滋味。而吃了瘪的周云燕回到家后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爸妈，我想好了，我打算娶新月，你们也不用再给我介绍了。云燕哥，你真的想跟我结婚？新月，我早就想娶你了，就是我之前跟你姐在一起过，不知道你嫌不嫌弃？怎么会嫌弃？那本来就是我姐生不出孩子，你们才离婚的，大家都能理解。听到这句话，高慧兰跟周云燕心虚的低了低头。那就好，我想现在就把你娶回家，不知道你家里同不同意？你知道的，我家倡导零彩礼，你爸妈能同意吗？要是不同意也没关系，我倒是在找别的女同志，不耽误你。周云燕看似话里话外都是在为郑新月考虑，实际是在给郑新月敲警钟。放心吧，云燕哥，我妈那边没问题。至于我爸，他虽然思想有些古板，但说白了他也不是我亲爹，管不了我那么多。那你赶紧回去跟家里说，可以的话我明天就带着东西过去提亲。郑新月心花怒放，立马应了下来，几乎是一刻也等不了就往家里赶。啊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嫁给云燕哥，他那边已经同意了，明天就会过来提亲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就认定了这个人。明天你要是嫌碍眼，就让我妈应付。郑新月不给郑建军一点转圜的余地。你真的想好了？如果我说我就是不同意呢？你不同意也没关系，反正这婚我是一定要结的，我不能放着好日子不过。郑建军已然快被气昏过去，他又转头问顾美琴的意见。他想嫁就随他去吧。好，郑新月，你别后悔，我会把该准备的都比你准备好，缺什么少什么去买。以后的日子是你自己过，要是过得不好，你也别回来哭诉。我提醒过你，这人我不看好，你到时候也别回来跟我抱怨。郑建军知道自己无论说什么都没用，郑新月是铁了心要嫁过去，自己只能把能做的做了，也算是尽到了一个做父亲的责任。放心吧，我肯定能把日子过好。一个家能过成什么样，还得看家里的女人是什么样。郑新月的迷之自信让郑建军无话可说，他也不明白这孩子怎么就突然鬼迷心窍。另一边的郑佳佳尽管心里怄气，到晚上还是做好了一大家子的饭。吃完饭，自己又一个人回到了隔壁屋子。这男人真是大直男，从始至终也不说一句话，也不给一个台阶下。那好啊，你自己睡去吧。郑佳佳越想越生气，思索间忽然房里传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她扭头一看，一个大老鼠就水灵灵的跟自己对视了。而隔壁的周景川本来也就一直惦记着郑佳佳，忽然间又听到郑佳佳的尖叫声，急急忙忙就跑了过去。怎么了，佳佳？老鼠，老鼠，那么大的老鼠！郑佳佳边说边比划，甚至有些可爱。周景川压抑着自己想笑的嘴角，不怕不怕，今天咱们过去睡吧，天亮了我帮你打老鼠。郑佳佳点了点头。但我警告你呀，我这是怕老鼠，不代表我已经原谅你了。佳佳，对不起，今天是我的问题，我不该那么说，我本来应该上前帮忙的，是我考虑不周。这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，你好好反思反思。郑阿姨，你就原谅周叔叔吧。一个小脑袋也从门口探出来，两个大人脸顿时一红。走啦走啦，回去睡觉。郑阿姨，那你有没有原谅周叔叔？原谅了原谅了，好好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郑佳佳想起昨晚的事，还是觉得怪怪的，但又掺杂着一丝甜蜜。今天你有空吗？没事的话，下午早点回来，带点肉菜什么的，我们回你家一趟。怎么突然要过去？那天你妈走的时候不是说让我们有空的时候去一趟吗？我们就今天去吧，假如你不忙的话。但郑佳佳也是有私心的，一方面是自己需要缓和婆媳关系，将来自己忙的时候还能让帮着带孩子，另一方面是周景川长时间也不跟家里联系，总这么下去也不行，毕竟是自己的父母，不可能一辈子老死不相往来吧。好，那我下午早点回来，咱们晚上过去。周景川想了想答应了。别的媳妇都害怕跟婆婆相处，没想到郑佳佳还愿意主动去。到了下午，周景川早早的回来，还买了一大袋子蔬菜跟肉。郑佳佳也没急着走，而是拿出了新衣服，给一家人好好收拾了一番。好不容易回去一趟，得精精神神的。一家人收拾利索，就去了李如慧家。李如慧没想到郑佳佳真的会来，这个儿媳妇可真会顺杆子爬呀！我就是那么随口一说，这怎么还当真了呢？但是做长辈的又不能把人赶出去。进来吧。周敬业看到儿子回来，心中也是大喜，两个小孩也被郑佳佳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看就很喜人。这些肉跟菜都是养殖场带过来的，今天咱们好好吃一顿，我来下厨。不用你做，我做就行。妈，你歇着吧，你们跟景川坐着聊聊天，我们好久不来一次，我做就行。没等李如慧拒绝郑佳佳，就自顾自地进了厨房。我才没有什么受虐倾向，要不是为了缓和婆媳关系，我才不想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。谁不想家里和和气气的？
要说起来，这也已经是好媳了。李如慧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，外面的几人面面相觑。周敬业率先打破了沉默。其实说真的，佳佳这孩子挺好的，又懂事，还把2个孩子养得这么好。这一次李如慧没有反驳，2个孩子的变化，她也是看在眼里的，心里也不由得对郑佳佳有了改观。饭很快就做好了，让李如慧惊讶的是，这一大桌子菜几乎都是自己跟周敬业爱吃的。佳佳有心了，这么多菜都是我们爱吃的。来之前特意问了问景川，还合胃口吗？很合胃口，你这孩子有心了。李如慧不由得也对眼前的儿媳满意了起来，而周景川跟周敬业也难得高兴，2人已经喝得酩酊大醉。兄弟，这些年你受委屈了，你干事业我也没能支持你。大哥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没事，我也理解你。兄弟，大哥。周景川跟周敬业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开始抱头痛哭了，2个人像是把憋屈了几10年的委屈在这一刻倾泻而出。一旁的郑佳佳耐心的让2个孩子吃饭。其实这孩子也就是结过1次婚，没什么毛病，怎么看都是个好姑娘。李如慧看着眼前的郑佳佳不禁心软，以前高慧兰一家是怎么欺负郑佳佳的，自己都看在眼里，她直觉自己不能那样，于是掏出了一对翡翠耳环递给了郑佳佳。妈，你这是？你收下吧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周家的媳妇。景川他大嫂有见面礼，你理应也有。郑佳佳一时间愣在原地。不要，是不是嫌东西不够好？怎么会呢？我是太高兴了，没反应过来。这耳坠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喜欢就收着吧。郑佳佳看着离开的李如慧，不禁再次感慨这是个可爱的婆婆。尽管嘴上的理不饶人，但是自己对她好还是能看在眼里的。真诚果然是可以打动人的，幸福的日子也该由她郑佳佳过一过了。女人被前夫一家嫌弃离婚，转身怒嫁村中隐形富豪，虽是2婚，却从未受到冷眼，反而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恶毒婆婆秒变亲妈。要不就让孩子在这儿睡吧，这么晚了回去再感冒了。李如慧说出这话时有些后悔，这以前2个孩子也没有住过，突然住下还怪不习惯的。而郑佳佳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李如慧以前那么讨厌这2个孩子，现在尽管只照看1晚上，也已经是烧高香了。妈，那就麻烦你了，我明天正好有事要去报社一趟，等我忙完了就过来接他们。报社？你去报社干什么？我想去报社找个兼职，像外语翻译什么的。我现在每天待在家里也没事，而且高考明年才考，现在闲着也是闲着。你竟然会外语？李如慧大吃一惊。以前对这个感兴趣，跟着收音机学过一段时间，反正先去试试。那想试的话就去试试吧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显然李如慧是不太相信郑佳佳的，她从前就听人说那工作难得很。几人又闲聊了几句，郑佳佳跟周景川才离开。喝过酒的周景川经风一吹，有些昏昏欲睡。回到家后，就像一只粘人的宠物，时不时的靠近郑佳佳。佳佳，要不我们试试？郑佳佳下意识的抱住自己。是什么？试试，使我们变成真的夫妻，我会对你好的，佳佳。其实通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，郑佳佳早就看到了周景川的好，更何况他长相帅气，还没有大男子主义。看你表现。好。第2天一大早醒来，郑佳佳就出门了。临走时还给周景川在桌上留了碗面。这个时候翻译人才是很紧缺的，哪怕是大学生都有可能胜任不了这个工作。同志你好，请问这边有没有招翻译人员？你会外语？眼前的男人显然是不相信郑佳佳，虽然她打扮很精干，但是怎么看都不像有文化的人。对，英语很熟练，我来这儿就想找个兼职。小同志，英语很熟练，你可不要胡说啊！这熟练是什么水平，你知道吗？眼前的男人字里行间都是对自己的瞧不起。熟不熟练你考考我就知道了，我要真的什么都不会，也不会过来耽误你的时间。郑佳佳不想跟眼前的人掰扯，于是眼前的男人带着郑佳佳去了考核的地方。除了他，还有一男一女2个人。那个女人应该跟这里的人认识，刚来就攀谈，怕是提前打过招呼吧。那你们3个坐下一起翻译吧。郑佳佳刚拿到稿子，大致浏览了一下，就觉得这并不是很难，所以1000字的稿子不到20分钟就翻译完了。高主任，你这哪儿找的人？可别是滥竽充数，咱们这可得谨慎，不能糊弄。那个中年女人甚至没有看自己的内容就直接下定论，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人。而高德海一看郑佳佳这么快就写完，也觉得她不靠谱，等了很久，剩下的2人才慢慢翻完。我现在来检查一下谁的正确率最高。不料周江梅的眉头越皱越紧。怎么了，周编辑？谁的正确率最高啊？你学外语多久了？我是自学的，没多久。眼前的郑佳佳堪比天才，整篇稿件翻译的又快又准。那就小郑同志吧，就这么定了。关键是效率快，要是稿件多也能忙得过来。一旁的张彩霞心有不甘，但又确实技不如人，只能悻悻地走了。郑佳佳同志是吧？我得提前跟你说一下，咱们报社是1000字7元，多劳多的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没有，我翻译稿件比较快，咱们报社的工作我一个人能胜任。就是我结婚了，家里有2个孩子，有时候可能得照顾孩子，忙不过来的时候，我能把稿件带回去吗？不会耽误工作。周江梅一听，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，
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。兼职可以，不过建议还是坐班，待遇好，沟通也方便。知道了，周编辑。聊完后，郑佳佳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。今天翻译的稿件不是很多，中午郑佳佳就把翻译好的交给了报社，也顺利拿到了35块钱。回去的路上，郑佳佳感觉空气都好了不少。郑佳佳到李如慧家接孩子的时候，一家人正好在吃饭。说好的一晚上，这一上午都过去了才来接孩子。李如慧虽然心有抱怨，但也没有表现得太明显。忙完了，吃饭了没有？刚忙完，还没来得及吃饭。那你坐下一起吃吧。郑佳佳点头，轻车熟路地拿好碗筷，坐在桌子边。怎么样？报社录了吗？我听说人家挺严格的，想进去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有的就算有关系也不行。已经被录用了，上午就是在上班，现在下班了。被录用了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一上午翻译了5篇，翻译文章按千字算，一共赚了35。说着，郑佳佳就掏出了那35，她可不想被婆家当作草包。李如慧这时看郑佳佳的眼神都有了几分柔和。佳佳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，以前在周家真是把你埋没了。你放心，咱们家肯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。谢谢妈。那要是我以后上班可能没时间带孩子，我就把孩子送过来。郑佳佳见缝插针，没问题。李如慧正在兴头上，什么都没想，一口就答应了。哇，你真好！我以前还听说别人说你刻薄，我看他们就是嫉妒。明明你这么善解人意，我真是太幸运了，才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婆婆。郑佳佳的话对李如慧一向很受用，李如慧不一会儿就沉浸在郑佳佳的夸奖中无法自拔。吃过饭后，郑佳佳又寒暄了几句，带着2个孩子离开。中途几人经过一家小卖部，今天郑阿姨赚到了钱，我请你们吃雪糕怎么样？2个孩子高兴的手舞足蹈，于是3个人就这么蹲在马路边大快朵颐。周景川送货回来途中就看到了这样一幕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送货回来看见你们，就让六子先回去了。你吃不吃冰棍？不吃。你跟孩子也少吃一点，凉的吃多了不好。知道了，又不是经常吃。你今天不是去报社吗？怎么样？你猜？看来是被录用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跟你说，当时我们有3个人一起面试，只有我被录用了，厉害吧？厉害。一家4口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任谁看了都很羡慕。回到家没一会，郑建军跟顾美琴就来了。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佳佳啊，你妹要结婚了，就这2天，气得来呀。一旁的顾美琴急切地开口，看顾美琴笑得跟朵花似的，郑佳佳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也没听说新月跟谁处对象，怎么突然要结婚了？新月要嫁给云燕了，2人情投意合，各方面也都合适，感情的事我们做家长的也管不了，只能同意。一旁的周景川始终盯着郑佳佳，想从她脸上看出什么情绪来。爸，按道理我也不能说什么，但是作为新月的姐姐，我还是想提醒一下，周云燕不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。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嘴皮子都快磨烂了，可人家不听。这些话听到顾美琴耳朵里，却是自动被认为是郑佳佳还没有放下周云燕。佳佳怎么就不合适了？人家那边喜欢新月喜欢的紧，你这边没关系吧？我跟你爸也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事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怎么会？新月嫁人我高兴还来不及，我不介意。郑佳佳笑得开心，周景川一时间也不知道郑佳佳在想什么。几人又闲聊了一会，郑建军他们才离开。不一会门口又进来2个人，来人正是这次婚礼的主角。家，这次我们来是有喜事要通知你们，我跟云燕哥要结婚了，就在后天，你们可一定得来。后天我还有事，我就不去了。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郑佳佳特意咬中了后4个字，周云燕心里一时间多少有些发虚，但没看到郑佳佳翻脸痛哭的表情，周云燕觉得有些不过瘾。来吧，新月专程过来给你送请帖，你们好歹姐妹一场，不来祝福祝福嘛。我还是别去了，不然到时候有人说新月捡我不要的，那多没面子。放心吧姐，没人这么想，毕竟你们离婚还是云燕哥提出来的。一旁的周景川不理解郑新月怎么就跟前姐夫缠在一起了。挺好，郎才女貌。对了，新月，那我这个2婚的结婚都有3转1响跟1000的彩礼，你这头婚人家是不是给的不比这个少啊？可不能在这个上面吃亏啊！找结婚对象可得把眼睛擦亮，一定得找个心疼自己的。你姐说的没错，男人就得疼老婆，赚钱就是给老婆孩子花，这点你可得管好云燕。那是自然，这个不需要我管，云燕也会主动上交，对吧，云燕哥？郑新月的话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但是周云燕怎么可能把钱留给郑新月？于是匆忙带着郑新月离开了。院子里的郑佳佳跟周景川还把他们送出去，没等他们走远，2人就发出一声爆笑。周景川跟自己配合的简直天衣无缝，这就是打脸吗？好爽！前夫邀请女人参加婚礼，女人非但没有拒绝，反倒带着一家4口前去吃席，不料却意外戳破渣男谎言。要不我们还是去看看周云燕的婚礼吧，我还挺想去的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周景川心里一紧，想到这里，周景川莫名烦躁起来。去看看呗，人家请帖都送过来了，不去的话，人家还以为咱们怕了。你到底陪不陪我去？郑佳佳没有告诉周景川自己其实只是为了笑话郑新月。好，我陪你去。行，那
那到时候我们带着大宝二宝一起，我们可不能白给他礼钱。可周景川已经听不进去郑佳佳的解释了，家里又不缺衣裳似的，怎么就非得去参加婚礼呢？那婚礼到底有谁在啊？但郑佳佳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份上，周景川也不好再说什么。与此同时的周家跟郑家都在筹备婚礼，高慧兰也在此时出起了歪主意。儿子，咱们彩礼钱就没给，3转1想要什么没什么，传出去咱们家多没面子。你到时候找有没有这些箱子，咱们朝里放点砖头，摆在院子里也好看。亲，你放心吧妈，我去看看，肯定没问题。周云燕满口答应，她可不想在婚礼上被周景川跟郑佳佳瞧不起，于是她赶紧出去准备牌面。此时的郑家气氛却是很焦灼，没有彩礼就算了，这聘礼还这么寒酸，周家到底有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？当不当回事又不是看钱啊！我不是那么肤浅的人，我肯定能把日子过好，你就等着看吧。行了，你也别说了，我就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你以后过得不好，也别回来找我哭诉。郑建军无暇顾及这个女儿，本来工作上就一堆破事，现在女儿还要上赶着倒贴，那个当妈的是一点都不管。再这样下去，郑建军迟早要疯。于是说完，郑建军就摔门离开了。妈，你看我爸他就是偏心眼，他就是怕我嫁过去过得比郑佳佳好，他不让我嫁，我偏要嫁。郑佳佳不幸福，那肯定是他的问题，跟周家有什么关系？顾美琴看到郑新月这么有志气，也放下心来，这孩子是自己看着长大的，肯定要比郑佳佳强。新月，妈相信你一定能混出个长短来，而且云燕也有出息，好歹是个银行职员，就算不能升职，那儿也是个有水族的地方，到时候钱肯定够花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跟郑佳佳可不一样，我嫁过去肯定把她管得服服帖帖，而且我能生儿子，到时候周家还不把我供起来？说着，这母女二人脑海里就想到了自己以后穿金戴银吃喝不愁的画面，笑声也渐渐传满了整个房间。第二天，郑佳佳梳妆打扮了一番，一家4口就前往周家搂席。这女人怎么吃个鞋还要打扮这么漂亮？是给谁看？周景川一路上都没有言语，而郑新月这时候也被周家接到了家里。一进门，他们就看到了摆在院子里的3转1响，一时间心情也好了不少。郑佳佳今年一来，我就知道她肯定还没有放下我，一会她要是抢婚的话，我该不该答应她？周云燕自己脑海里已经上演了一部大戏，可谁知郑佳佳看都没看她一眼，反而招呼着周景川他们坐着吃饭。周云燕看着郑佳佳一顿胡吃海塞，甚至觉得她在化悲愤为食欲。一会儿肯定要来抢婚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大事，我可得做好准备。可一直到李成，郑佳佳都全然没有动静。这时吃饱喝足的郑佳佳才想起来要搞事情。以我对你周云燕的了解，跟个铁公鸡一样，是绝对不可能出钱买这些东西的。于是他悄悄跟大宝二宝说了几句话，2个小孩唱着歌一蹦一跳的凑近那3转1响，2手一举，那箱子直接跟里面的东西分开了，地上赫然放着一堆砖头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里面怎么不是缝纫机啊？怎么是一摞大砖头啊？郑佳佳特意放高了声音，四周的人一瞬间都朝着这边看过来。云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郑新月的脸色惨白，一旁的周云燕像是失了魂一般，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有钱还舍不得花？不是3转1响吗？我看是30块转1响吧。就是，这周家怎么还舍不得给新媳妇花钱了？这不是糊弄人吗？云燕哥，你也太过分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新月，你听我解释，咱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，以后我的工资那还不都是你的？现在咱们当务之急是把流程走完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郑新月这才有了点好脸色，他也不想一直被人看笑话。而另一边的郑佳佳反倒催促着周景川快吃。弄着干什么？罗下饭，快点吃。周景川看着眼前郑佳佳完全没有一丝难过的样子，反倒嗅到了一丝八卦的气息。看到郑新月坐在那儿，郑佳佳还忍不住过去挑衅。新月啊，不是姐说你可得长个心眼，谁家3转1响里面放石头啊？郑新月一向巧舌如簧，这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还把脸涨得通红。此时的李如慧也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嘲讽的契机。慧兰啊，你说说，要是你们缺钱可以跟我说，我肯定会借给你们的，咱们都是妯娌，是亲人，你也别太见外。你说你们拿个包装和假装，现在被拆穿了多没面子啊！不用，家里不缺钱，就不麻烦你了。高慧兰就知道李如慧说不出什么好话来，于是催促着李如慧赶紧离开。另一边的郑佳佳刚出门就碰见了周云燕。周云燕，这么久不见，还是那么会过日子哈，还是喜欢让女人补贴。我要是有你这么精打细算，我现在早就成富婆了吧。周云燕现在一点都不想看见郑佳佳，而李如慧刚出门就招呼着郑佳佳赶紧离开。一路上婆媳2个就周家这事聊得根本停不下来，还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夜晚周云燕哄了半天新月，才算把白天的事情解决。行了，咱们2个已经是夫妻了，没必要为了这些小事吵架。而他一想到晚上即将发生的事情，内心甚至有点小期待。可周云燕却十分头疼，自己先天无能，新月是并不知道的，但事情还得办。思索片刻，便有了主意，赶忙去厨房拿了根黄瓜充当健身器材。第二天，郑新月早早就起来了，她看着床单上那一抹嫣红，不由得红了脸。
还没来得及回味，高慧兰就叫住了郑新月。新月，今天中午你做饭吧，我得出去一趟，没时间。妈，我这才刚嫁过来第1天，你就让我做饭，不合适吧？而且我也不会做饭，在家里从来都是我妈做的。你不会做饭，新月，你姐的厨艺可是很好的，你们姐妹俩都是一家的，你不能比她差吧？我姐就是爱做家务，我可不一样。我在家里，我妈都不让我洗碗的。没事，这东西不会可以学。以后你跟云燕分出去了，迟早是要学会的。你总舍不得让云燕跟着你饿肚子吧？高慧兰说着，逐渐开始咬牙切齿起来。不给做饭就算了，碗都不想洗，这是娶媳妇又不是娶祖宗。妈，在聊什么呢？我中午有事要出去一趟，寻思要新月做顿饭，但人家不会做饭，我看他那意思学都不想学。新月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帮着做顿饭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对不对？不会咱们学一学，不能光让妈一个人做啊。云燕，妈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？哪有让刚嫁过来的新媳妇做饭的？再说了，我这身子还难受着呢。听到这儿，周云燕不禁想到昨天夜里那根粗壮的黄瓜，心虚的挠了挠头。哎呀，妈，新月说的是，哪有新媳妇刚过来就给做饭的？家属院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别让别人说闲话。周云燕立马改了口风，开始向着郑新月。为了避免大战，更是直接拉着郑新月回来房间，留高慧兰一人在院子里不知所措。这会儿准备去养殖场接孩子，可没想到刚到养殖场，郑佳佳就看见了愤怒的一幕。甜甜、小辉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上次阿姨跟你们说的事还记不记得？有没有告诉爸爸？赵阿姨对我们很好，她没有欺负我们。赵芳的眼神一瞬间就狠厉起来。对你们好是她装的，等以后她就会暴露自己，到时候周叔叔喜欢上郑阿姨，你们就完蛋了。两个小豆丁直接就没有理会赵芳的问话，他见自己被忽略了，一把拉过周甜甜的胳膊就大喊起来：我跟你们说话听不到吗？为什么不乖？赵阿姨是为你们好，你们为什么不听？说为什么不听？说话间手上的力气也越来越大，赵芳死死捏着两个孩子的胳膊。帮法阿姨，我疼。我说的话你们听到没有？我都是为了你们好，你们别不识好歹，你们得告诉周叔叔郑阿姨欺负你们，听到没有？赵芳的手里捏着两根细嫩的胳膊，狠狠地对着两个孩子说，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还有，今天的事不能告诉周叔叔，明白吗？赵芳的手甚至完全没有松过。赵芳，你在那儿干什么呢？隔着老远，郑佳佳就看到一个女人对着两个孩子又拉又拽，还时不时掐上一把。我这个做养母的都没有动过孩子一根手指头，你赵芳算什么东西？对着孩子又打又骂的。郑佳佳气不过，直接举起棍子往赵芳身上招呼。那么大的动静很快就引来了很多人。行了，嫂子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还没等郑佳佳开口，赵芳就率先开始装委屈。没事的，六哥，嫂子不是故意的，你们不要怪嫂子，都是我的错。当然是你的错。郑佳佳可不会惯着这种女人，满口委屈却没干一件人事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样。二婚女人甘愿当孩子后妈，不料光天化日之下，两个崽崽却遭受欺凌。为保孩子安全，他转身就是一个飞踢。都围着做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周大哥，没事，就是一点小误会。我看两个孩子在这里抓小鸡，我怕孩子下手没轻没重的，伤害了小鸡，就没忍住说了几句。嫂子看见了，还以为我跟孩子动手了。没事的，我一点都不疼。赵芳泪眼婆娑，仿佛自己才是受了委屈的那个。真会假装啊，连小孩子都能下得去手，现在却用小鸡仔给自己开脱，可真有你的。郑佳佳一时间对赵芳有些鄙夷，周景川也全然没有理会赵芳的说辞，反而看向郑佳佳。你说怎么回事？我刚到养殖场就看见他训两个孩子，光嘴上说那倒也没什么，不一会儿人家还直接开始动手了。我这个做养母的都没有碰过孩子一下，两个孩子能跟他有多大仇多大怨，他要动手。郑佳佳很快解释清事情的原委，这可不是谁装可怜谁就有理的。周景川听后目光逐渐森寒，赵芳只是他雇来做饭的，而郑佳佳则是跟自己同床共枕的人，无论从哪方面讲，都是更相信郑佳佳。胡说，事情才不是那个样子的，景川哥，不是这样的。不信你问问两个孩子。慌乱间，赵芳竟还用眼神恐吓两个孩子，两个小豆丁几乎是瞬间后退了一步。郑佳佳见状，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她直接撸起两个孩子的袖子，细嫩的胳膊上印着红红的指印。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敢说这些印子不是你留下来的？你还想狡辩什么？我听听。赵芳这会儿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她知道无论自己接下来说什么，周景川都不会再信了。郑佳佳下意识地把两个孩子圈在怀里。没事，你们跟郑阿姨说，有人欺负你们，郑阿姨就给你们讨个说法。小孩子可不能说谎，刚刚是不是赵阿姨动的手？是的话就点点头。两个小孩怯怯的点头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赵芳竟然能对孩子下这么重的手。景川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赵芳哭喊着要拉周景川的胳膊，周景川已经耗尽了全部的耐心，一把甩开了他。
赵芳，事到如今你还在撒谎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你有什么立场替我管教孩子？你又有什么立场去打骂我家孩子？你也不用多说了，今天收拾收拾走吧，找六子把你公司结清，以后就不用来了。听到这里，赵芳只觉得天要塌了，好不容易家里托人才找到这样一份工作，要是就因为这个被辞了，她甚至不敢想父母会怎么说她。周大哥，对不起，我道歉，我给他们道歉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大家都吃惯我做的饭了。赵芳，别让我再说第二遍，我是什么人你也清楚，识趣的话就赶紧走，不然这个月工资也没了。赵芳最终还是走了，老板跟老板娘都看不上她，要是不走，自己只会被所有人疏远，其他人看事情解决了也慢慢散开。那现在就咱们几个在跟周叔叔说一下，他为什么要打你们呀？说吧，我们已经把他赶走了，他不会再回来了，不用害怕。郑佳佳给两个孩子吃了定心丸，她也很好奇事情的经过。两个孩子做了一番思想建设后，这才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清楚。放心吧，郑阿姨怎么会把你们卖掉呢？我疼你们还来不及，以后要是再遇到这样的坏人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郑阿姨，知道了吗？对不起，郑阿姨。两个孩子说着说着就哭了，郑佳佳哄了好一会才把两个人哄好。要不今天就别做饭了，附近有家国营饭店味道不错，我们去尝尝。行啊，那就国营饭店吃吧。郑佳佳现在也懒得做饭。到了国营饭店，一家人看着供应菜品的菜单，点了几个爱吃的。正聊天时，忽然间门口进了一男一女两个身影，本来也没想注意的，可在这个这么含蓄的年代，眼前的两个人手牵着手，如胶似漆，这很难不让人多看一眼。这一看，周景川直接瞪大了眼。怎么了？这人你不认识吧？郑佳佳心里咯噔一声，刚没看太清楚。郑佳佳干笑了两声，掩饰自己的尴尬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是你姑父，姓任。那旁边那个女的呢？不知道，但是看起来关系不太正当。郑佳佳在原生的记忆中扒拉了一下，姑姑郑桂英是个很优秀的同志，也不知道她现在知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了别人。一顿饭期间，郑佳佳时不时的看过去，而严文飞全神贯注于眼前的女人，丝毫没有注意别人投来的眼光。你看见了吗？肚子大了，那个女的是不是怀孕了？没注意，肚子大了吗？看着像，看来我得去我小姑家一趟。要我陪你一起去吗？不用，我一个人去就行。那你记得带点东西，登门拜访不要空着手。周景川在一旁提醒，还顺便从兜里摸出一沓零钱来。他该不会以为我没钱花吧？拜托，我可是有工作的人，赚的也不少。郑佳佳盯着周景川看了好一会，还是拒绝了。不用给我钱，我有钱，没有的时候会跟你张口。说完后，朝着小姑家赶去。小姑以前在学校当老师，生了孩子后就落下了病，再加上公婆身体不太好，她便辞职在家当全职主妇。郑桂英看到来人是自己的侄女，眼底划过一阵欣喜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最近刚忙完，小姑，你快让我进去吧，我这东西提了一路都快累死了。说话间，郑佳佳还吐了吐舌头。郑桂英瞬间想起了小时候的郑佳佳，一时间竟心软起来。行了，进来吧。郑佳佳一进门就看到郑桂英的公婆安详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老两口很是惬意。这两个人真的会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外面有小三吗？更何况那女人肚子都那么大了。郑佳佳不由得在心里犯嘀咕。她坐下后聊了几句，严文飞就从外面进来了，见到郑佳佳还主动打招呼，完全跟自己在国营饭店看到的判若两人。佳佳，好久没来了，你姑还怪想你的，有空多来走动走动，陪陪你姑，不然她平常一个人在家里也挺无聊的。郑佳佳顿时觉得毛骨悚然，这样的周到的男人，谁能想到他在外面有了新欢？好，反正离得也不远，只要我小姑愿意，我就多过来陪她。郑佳佳干笑着，又寒暄了几句后，把郑桂英叫到了外面。佳佳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有什么事跟我说。小姑，我接下来说的话都是真的，你可一定要相信我。郑桂英也是吓了一跳，郑佳佳难得这么正经，于是下意识点了点头。我刚才跟景川在饭店吃饭，看到姑父跟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，看起来挺亲密的，而且那女人肚子大了，怕是怀孕了。郑佳佳把自己看到的如实告知。郑桂英皱着眉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。佳佳，你可不能胡说，是不是看错了？那人是你姑父。小姑，我是你侄女，我有什么理由欺骗你呢？我一开始还没看到，还是景川看到的。我觉得接下来你还是盯紧一点，这也不是小事。小姑，你就信我一次。说着，郑佳佳还捏了捏郑桂英的手。行，放心吧，我会多留意的。谢谢你特意过来告诉我这些。郑桂英也不是恋爱脑，没有完全向着严文飞。两人说完后，郑佳佳又回家里坐了坐。刚坐下没多久，严文飞就开了口：桂英，我想跟你说个事，咱们也结婚这么多年了，就生了一个孩子，还是女儿。你现在身子也不方便再生，我打算我阵子抱一个男孩回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郑佳佳听后不禁觉得脊背发寒。看来那个女人不仅怀孕了，还是个儿子，这把小姑当什么了？纯大冤种，替外面的女人养儿子，这也太可怕了。桂英啊，你也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，一个女孩终究是上不得台面。文飞说的也没错，咱抱养一个，
你还是我们的好儿媳。郑佳佳听完这人的话，更加证实了自己的想法。他们绝对知道严文飞在外面的那个人，并且还给他们打着掩护。这简直太可怕了。行，不过我正在调理身体，等实在怀不上再说，这事也不着急。随后郑佳佳又跟他们寒暄了几句，这才离开。回去后就见周景川在厨房里忙前忙后。在做什么？孩子们想吃西红柿鸡蛋面，我就给他们做着吃吃。行了行了，你去一边吧，你做的能吃吗？我来。听着郑佳佳的嫌弃声，周景川只能委屈地看着郑佳佳。对了，你小姑怎么说？她信你的话吗？她说自己先调查调查，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咱们要不要帮忙？你先问问看，要是需要帮忙的话就跟我说。郑佳佳听着眼前人的话，心里也不由得安心了很多。好，我知道，谢谢你。真想谢我啊？那不如……郑佳佳看着周景川指着自己的脸，一瞬间就意识到他想说什么。信不信我给你一鞋底子？周景川也不能说什么，只能尴尬的出去。在厨房的郑佳佳脸颊发烫，他也觉得这男人是越来越有人情味了。晚上两人又提到了老爷子的生日，郑佳佳想着给老爷子送一幅画。周景川已经对郑佳佳的话完全信任，这个女人给了自己太多惊喜，就是马上拿出一幅画来也不足为奇。或许她还有更多惊喜是自己没有发觉到的。想到这儿，周景川心里更加觉得自己捡了个宝。新婚夫妻互相卖惨坑钱，为贺老人寿宴，二人拼单礼物。不料前期寿宴大放异彩，成全场焦点，二人遭打脸后互相抱怨，芥蒂更甚。离老爷子生日没多久了，咱们做晚辈的也该给老爷子表示表示。对，这次一定得让他刮目相看。周云燕跟郑新月商议着给老爷子送礼，说话间两人经过了报社。那人是不是郑佳佳？别开玩笑，这是报社，郑佳佳怎么可能在这儿？周云燕一想，觉得也有道理。很快两人到了百货商店，一眼就看中了那套银具，但属实是不便宜。于是周云燕动起了歪心思。新燕，你看，咱们一起给老爷子挑礼物，这钱咱们应该对半出吧，不然到时候说起来，显得你这个孙媳妇多没孝心。周云燕多少带了点脸，要是郑佳佳，恐怕就让她把所有的都出了。可郑新月也没那么傻。云燕哥，咱们已经结婚了，还分什么你我？多见赖！而且我现在还在上学，哪有什么钱？那我也没钱啊，我每个月就领那点固定点，还都在我妈那儿放着。那我可得跟妈好好说说，以前咱们没结婚她拿着钱，现在咱们结婚了，这钱理应由媳妇保管。行了，你也别说这些，不想出就算了，回家吧。周云燕自知说不过郑新月，回去一路上都板着脸。没想到这女人婚前看着对自己死心塌地，结婚以后鬼精鬼精的。而另一边的郑佳佳从报社一出来就直奔养殖场。上午的稿件不是很多，所以结束得很早。刚到养殖场，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吵架的声音。就他妈，你叫周景川呢？是我，怎么的？你凭啥辞退我家芳芳？要不是因为熟人介绍，他早去国营饭店上班了。这位大婶，你说话可真有意思，合着你女儿还谁都说不得呗？就你打的我闺女吧，你们这也太欺负人了。这事今天没完，怎么也要给个交代，不然我就去告你们。郑佳佳可算是明白了什么叫恶人先告状。你告去呗，你闺女还欺负我孩子呢，我都还没好好找你们说道呢。争吵间，赵芳带着弟弟赵刚来了。行了，妈，赶紧走吧，在这里闹什么？你真是猛到上心头，我在这里给你讨公道，你是一句话也不敢说啊。也许是看到自己的妈妈被欺负，也许是想到自己娶老婆的钱就这么飞走了。一旁的赵刚毫无征兆地推了郑佳佳一把。你没事吧？我肚子疼。郑佳佳脸色几乎是瞬间惨白。周景川松开郑佳佳，直接给赵刚来了个混合拳。我告诉你，要是他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什么好歹，我饶不了你们。路子，给我盯住他们！此时的赵家三人已经被吓傻了，周景川则赶忙把郑佳佳送去医院。要是之前这孩子没了就没了，但是我现在好不容易生活有了点起色，宝宝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好在上天眷顾，郑佳佳只是有小产迹象，但孩子是保住了。不用担心，孩子没事。那就好。周景川一直在一旁守着郑佳佳，想到郑佳佳受的苦，他就不由得一阵心疼。虽然这边已经脱离了危险，但还是得有人照看。李如慧第一时间听到怀孕的事是高兴，可马上就听到郑佳佳受伤的消息，自己又开始紧张起来。你等着，妈现在就过去。谁说我儿媳妇不能生？这才嫁过来2个月就有了孩子，肚子争气得很。等李如慧到了后，周景川准备离开。这事儿需不需要家里帮忙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这些人还这么胆大包天，谁给他们的胆子？放心吧，这事我能解决。佳佳醒了，你帮着照看一下。说完，周景川就前往养殖场。此时的赵家三人宛如热锅上的蚂蚁。这时，周甜甜跑过去给赵刚胳膊上咬了一口。你们是坏人，你们欺负赵阿姨。等赵刚反应过来，周甜甜已经跑远了。不一会儿，周景川就气势汹汹的回来了。我上走吧。就让你们不要过来闹事，要是把弟弟打成残废了，这辈子就全完了。赵母此时也开始着急，你们快把我儿子放了，要是他有什么好歹，
我跟你们没缘。可房子里依旧时不时传出杀猪般的叫声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周景川才从里面出来。接下来的话我只说一遍，要是你们谁还欺负我老婆跟孩子，我绝对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他们显然是被这气势吓了一跳，于是什么也没说，就赶紧离开了。随后，周景川又带着2个孩子前往医院。周叔叔，郑阿姨现在还好吗？她还疼不疼？没事了，我带你们去看她。而此时的郑佳佳刚睁眼，就看到李如慧的一张大脸杵在自己面前。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怀孕了，怎么也不跟家里说？这是多危险啊！要是出个好歹怎么办？现在还有没有不舒服？用不用给你叫医生？不用，没事了。我们本来打算最近说，这也是前2天才发现怀孕了，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。都是一家人，说这些做什么？没一会，周景川就出现在病房门口。郑阿姨，你没事吧？肚子还疼不疼？不疼啦，郑阿姨没事，你们不用担心，一会咱们就一起回家。不行，你现在还没稳定，过2天再回。明天老爷子过寿，咱们得去。我没事，要不咱问问医生，他们是专业的，咱听他们的。李如慧看着眼前的人，心里更加心疼。都这个时候还这么顾全大局，多好的儿媳妇啊！几人把大夫叫过来检查了一下，发现没什么大碍，于是就赶紧回家了。回了家，李如慧忙前忙后，甚至提出让周景川一家直接住过去。不用了啊，哪能这么麻烦你们？反正离得这么近，我们也可以经常回去。那也行，反正等你孩子生下来，肯定要把你们接过去一起住，不然是真忙不过来。好，到时候还得麻烦你们。李如慧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，还得多亏了郑佳佳从中做调和剂。可一直以来有件事周景川都搞不懂，于是等李如慧走后，周景川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。现在我们也是一家人，告诉他也没什么。于是郑佳佳凑过去把周云燕无能的事说了出来。什么？他是天阉之人？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不能怀孕了吧？那可不是我的问题。听完这些的周景川不由得更加心疼郑佳佳。前些年你受苦了，你放心，别的我不敢保证，但从今往后我绝对不会让你在家里受委屈。这天晚上，郑佳佳大手一挥，就画出了一幅松鹤图，仔细看了几遍后才放心把它装好。第2天一早，一家4口风风火火的出门，很快就到了饭店。你们来得这么早啊？咱们先进去，老爷子他们一会才来。没一会，周云燕跟郑新月也来了，只是他们的打扮简直是惨不忍睹。即便这样，郑新月还凑过去挑衅：“姐，你怎么也不烫个头发？现在老实行烫头发了，云燕非得要我去，你没事也要多打扮，不能因为带孩子就不管自己。”弟妹，你这烫的头发也不好看，显老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大的那个，还是要选适合自己的才行。周景川平时不爱说话，没想到这一开口也是惊了众人。郑新月也没想到开局就被人嘲讽是土老帽，他愤愤不平，但又不能说什么。宾客很快就来了，看到这场面，郑佳佳也算是对周家有了一个完整的认知。大家相互客套着，但都恭恭敬敬，但总有些人就非得把家宴吃成鸿门宴。看来这顿饭也不简单。女人2婚首次露面就成众人焦点，前夫一家愤愤不平，屡次出题，不料女人惊艳四座，惹得寿星连连称赞。都是自家人，不必这么客气，大家赶紧动筷子吧。老爷子发话，大家自然都开始拿起筷子。高慧兰却忍不了一点，我们云燕现在在单位干得可好了，而且有很大的希望能当行长呢。我倒是希望她能更出息一点，至少不要给周家拖后腿。李如慧一听，忍不住翻起了白眼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把话说这么满，也不怕把自己噎着。一旁的郑新月也顺势接话：爷爷，我现在在班里成绩也不错，我一定好好学习，争取考上大学。好，上进是好事，你跟云燕都是好孩子。得了夸奖的郑新月心里满是开心，甚至盯着郑佳佳炫耀。一旁的高慧兰也看向李如慧，跟你说，好歹云燕是个银行职员，不像有些人的孩子闷头就往猪圈扎。是呗，他就知道养猪，别的什么也不会。哎，话说你家云燕能挣多少钱啊？云燕的工资可是不低的，现在已经突破100大关了。你瞧瞧人家一个月能挣100呢，你说说你一个月才挣多少钱？那确实不少了，我不行，一个月也就4、5千吧。这话一出，连一旁的老爷子都忍不住侧目，众人目瞪口呆，也就4、5千。这怎么可能？景川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4、5千，那我们还活不活了？周景川想不明白，这些人为什么会瞧不起个体户？既然国家有这个政策，那肯定是可行的。二是这种玩笑我从来不开。先不说别的，咱们这儿至少有1半以上的饭店都是我供应的。周景川一向内敛，但他从不说谎。景川这个孩子，不管做什么都会做到最好，就算是个体户，也是佼佼者，这点值得表扬。做一行爱一行，做什么都要尽力做到最好。老爷子你放心，绝对不给你丢脸。一旁的郑新月内心也渐渐动摇。要是养猪都这么赚钱的话，那干脆不要上大学了，就算混个铁饭碗，那也没多少钱。不过很快令他们抓狂的事情发生了。对了，爸妈，
我还有2件喜事没跟你们说呢。李如慧这么一说，全场的人又朝着她看过来。是吗？还有什么喜事啊？说出来让我跟你爸高兴高兴。这第一件就是佳佳被报社录用了，在做翻译工作。当时面试的有好几个，就她进去了。我说大嫂啊，郑佳佳平时连书都不看，翻译她会翻译什么？以前那是你们没给佳佳提供条件，孩子想找工作都被家里这些事拴着，我们可不一样。争论间，一旁的一个男人站了起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打断一下，这位小同志我的确在我们报社见过，他就在我们报社工作。您是哪位？我是报社的编辑部主任，因剧情需要出现在这里。高慧兰此时也意识到李如慧说的是实话，能做翻译的确是很厉害，现在在国内可是稀缺型人才，一定要好好干。郑佳佳听后也乖巧的点头。还有一件喜事就是佳佳怀孕了，咱周家要添新丁了。这话一出就立刻把周云燕炸了个头晕眼花。你说什么？这可真是一件大喜事，看来很快我就要当太爷爷了。这个消息对于老爷子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喜事，一旁的老太太也笑得合不拢嘴。佳佳啊，那你可要注意身子，不过报社的工作辞了也是可惜，你要是忙不过来就把2个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来。放心吧奶奶，我还忙得过来，而且景川他们也帮着照顾孩子。你跟爷爷上年纪了，首先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。郑佳佳话里话外都是对2个老人的关心。此时此刻的周家大房已全然成了焦点，众人连带着对郑佳佳的看法也好了不少。出门在外，面子都是自己挣的。吃完饭后，又开始了送礼环节。大人们带的无非就是茶叶酒一类的东西。郑新月此时也不甘示弱，爷爷奶奶，这是我特意给你们挑的，上年龄了用银的东西好，排毒养颜。2个老人只是不咸不淡地看了一眼。哦，好，放下吧。郑新月察觉到郑佳佳幸灾乐祸的表情，看她这么长时间还没拿出东西，便忍不住出言嘲讽：姐姐，你不会没有准备礼物吧？那怎么可能？爷爷，这是我特意为您做的画，祝您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还没等老爷子说话，郑新月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姐姐，我没听错吧？我可不知道你还会画画，不会是用简笔画来糊弄老人吧？妹妹，你说笑了，简笔画怎么能送给爷爷呢？是吗？既然姐姐你这么自信，那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也让大家欣赏一下你的才华。既然大家都好奇，那就拿出来看一看，画的好不好不重要，关键是这份心意。老爷子也给了郑佳佳台阶。郑佳佳心里一阵感动，她拿起那幅画公然展现在别人面前，众人都瞪大了眼睛。我怎么不知道你会画画？这画一看就是有功底的，你一个小姑娘哪里能画得出来？爷爷过生日，咱们做晚辈的就是一份心意，你这拿了别人的来充自己的就没意思了。妹妹，你不知道不代表我不会，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这画是我看着佳佳画的，难不成我们还要给你解释一下怎么画的吗？堂哥，这也不能怪新月怀疑，那之前郑佳佳可从来没说过自己会画画，新月就是性子直，有什么说什么。这话明显就是冲着郑佳佳来的，老爷子在一旁也听不下去了。行了，这有什么好弄虚作假的？爷爷，既然有人心存疑惑，那不如我就现场做一幅画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在得到老爷子的同意后，郑佳佳气定神闲，拿起工具，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肖像图。此时众人在一旁连连惊叹。这老周家的孙媳妇就是厉害，真让人羡慕啊！谁说不是？要是我家那媳妇也像小郑同志这样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这下老爷子的看向郑佳佳的目光又多了几分欣赏。一旁的周云燕他们满脸不可置信，他们2房此时成了彻彻底底的小丑，而此时的寿宴也彻底变成了郑佳佳的主场。最后老爷子还给他引荐了不少人，这对郑佳佳的重视旁人都看在眼里。宴席结束后，大家这才起身告辞。李如慧一出门就不由得开怀大笑。哎呀妈呀，这可太解气了！佳佳你也太厉害了，真给咱家长脸。以前妈有哪里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！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打一开始我心里也没想那么多。2个小孩还在一边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回家之后要跟着郑佳佳学画画。周景川看着大家心里也愈发舒畅。而另一边的2房情况很不妙，真不知道你们脑子里有没有东西，这种场合都管不住自己的嘴。这谁能想到郑佳佳以前那么装，什么画画翻译，以前她会吗？现在倒好，一嫁过去就什么都会了。她这不是故意的，谁信啊？谁说不是？这还不是怪你们，一天到晚把那些脏活累活推给人家孩子，就是再厉害也发挥不出来。爸妈，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合着现在后悔让人厌娶我了是吧？那你跟郑佳佳从小一起长大，她会什么不会什么你不知道吗？要说这有妈的还不如人家没妈的。妈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？那你还不如李如慧呢，人周景川1个月4、5千，周云燕1个月才100，我都还没说什么。你有病啊，好端端提我干什么？周云燕气不打一处来，本来自己就心里堵得慌，还被拉出来挡枪。行啊，既然你们都不待见我，
那我回娘家去。几人一听连忙劝阻，倒也不是怕他回去，主要是这才结婚几天就回家住，要是邻居见了，那还不笑掉大牙。行了，别闹了，快回家吧。金正新月这么一闹，一路上也没人再多说一句话，都各怀心思，闷闷的走着。女人被人推搡着差点小产，那人却反将一军，恶人先告状，引来帽子叔叔。不料周景川灵光一闪，引他入狱。稍等，同志，他们的诉求处理完了，现在该我的了。只见周景川对着赵刚微微一笑。现在我举报赵刚故意伤害我的妻子，我这里有伤情鉴定，还有医院开的证明。另外，我还要举报赵刚一家3口蓄意得钱，希望公安同志能把这几个人带回去严肃处理，给我们家讨一个公道。旁边的赵家3人已经傻眼了，没见过这么倒打一耙的。事情其实是这样的，同志，就是他，赶紧把他抓起来，太欺负人了，把我儿子打的根本就没把我儿子当人。赵母一旁叫嚣着，可帽子叔叔却没有看他一眼。同志，我们接到报案，有人说你公开殴打他人，现在我们需要核实一下，你到底有没有动手打人？没有，倒是这位赵同志光天化日之下推我妻子，导致我妻子差点小产。昨天我们刚去过医院，这点养殖场的所有员工都可以作证。原本念着咱们的情分，我没有追究你们的责任，没想到你们这么欺负人，恶人先告状。你放屁！周景川，分明就是你动手打的我，把我屎尿都打出来了，现在你说你没动过手，谁信啊？可周景川压根儿没理他。公安同志，他们几个就是过来闹事的，说我打人，那咱就去医院验伤，拿到伤情鉴定报告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况且这事儿才过去1天，肯定还是有痕迹的吧？周景川说话慢条斯理的，让人听了很有信服力，不像周家这3个一到警局就哭爹喊娘。他们得知前因后果，觉得性质挺恶劣的，就直接出了警，甚至都还没来得及验伤。现在想来，周景川说的也很有道理。这不是骗子来讹人的吧？皮肤比女人的还细嫩，哪儿有什么伤？这位同志，你不是耍我们玩吧？我听你那意思，人家周同志把你伤得很重，那伤呢？本来平时就挺忙的，现在还要拉我们出来开涮了。你帮我看看我后背。公安同志，你们现在也看到了，这人就是信口胡诌，皮肤白白嫩嫩的，一点淤青都没有，这不是欺诈是什么？我真没撒谎，他就是打了我，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公安办案向来是公平公正，讲究证据。在场的各位，那你们有哪位亲眼看到周同志打他了吗？养殖场的都是自己人，怎么会给老板添麻烦？没看见，倒是他推我们大嫂，我们都看见了。你们咋能这么欺负人？要不这事就算了，你赔我点钱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看见了吗？公安同志，他们一家都是老赖，就是来讹钱的，明明身上什么伤都没有，还反过来污蔑我，还要我赔钱。你说哪有这么欺负人的？我希望你们能严肃处理，不然以后这种人只会越来越多。公安同志此时也没了好脾气，原本报警的人反倒被教育了一顿。你这是当我们是摆设吗？当着公安的面敲诈勒索，你说人家打你，结果证据也拿不出来，还要讹钱，你真当我们是吃干饭的？赵刚一家被训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当公安要离开时，周景川又给了他们当头一棒，这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。可现在证据确凿，公安同志任由他们哭喊，也还是拽着这几个带回了警局。随后周景川跟六子回办公室聊了聊最近的营收，仔细看了几遍发现没什么问题，就赶紧骑车回家了。怎么样，没出什么事吧？放心吧，现在都解决了，而且我下手有分寸。老实交代，你这些都是在哪儿学的？这是秘密，我可是你老婆，有什么事不能告诉我的？你承认你是我老婆了，是不是同意跟我好好过日子了？你想得美，现在还是考验阶段。考验要这么久啊？还好我心态好，那就放马过来吧。两人就这么调笑着，忽然间郑佳佳开始干呕，周景川连忙上前递了杯水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要不去医院看看，看有没有什么法子缓解一下。郑佳佳这时也想到了郑桂英，也不知道她调查的怎么样了。就你人真不容易，要是碰见个有良心的，那还值得；要是找个白眼狼，那就全打水漂了。郑佳佳怀着心思就沉沉的睡了过去。甜甜小辉，快睡，时间不早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周景川就带着2个孩子离开了。郑佳佳去报社忙完后，就直奔郑桂英家。找你小姑是吧？她去买菜了，你坐着等会。郑佳佳也没客气，又等了好一会儿，郑桂英才回来。佳佳来了，等很久了吧？没多久，小姑，那我帮你一起做饭吧。小姑，你找人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查出来了吗？查到了，那女人叫高云，跟她在一个厂子上班，是个女工。小姑，那你有什么打算吗？他们家拿我当驴使唤，现在还妄想我给外面的人养孩子，简直痴人说梦，想都别想。我也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人，我拿得起放得下，但就算是离婚，我也不能让这2个人好过。小姑，那有我们能帮忙的地方吗？这男人这么久都没有被你发现，城府很深，要是发现你调查他，我怕他对你做什么不好的事情。佳佳，放心吧，你小姑我还没那么没用，需要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说的，到时候还有你爸跟爷爷奶奶们，我可是有后台的。郑佳佳听着郑桂英的话，也放心了不少。小姑，你先拿着用，不够再跟我说。
行，我现在也需要钱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这钱等我以后再给你还。行了，你也别跟我客气，当务之急是你得把严文飞的钱也攥在手里。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把钱拿过来，到时候我就直接带着小霞走。郑佳佳心思一动，很快就想到了办法。小姑，你就跟他说你同意让他把孩子抱回来，但是养孩子要钱，让他把钱就交给你保管，规划着花。郑佳佳又不放心的交代了几句后，两人这才算是把话说完。晚上严文飞回家后，郑桂英就装作不经意的提起了这件事。桂英，你能想明白是好事，那我这几天就找人帮忙看，一定抱个白白胖胖的回来。可以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家里多养个孩子也不是小事，花销什么的肯定会多。你一个大男人就好好上班，不要考虑家里。现在咱还有多少钱，我好好规划规划。严文飞眼神闪躲，但又不能不给。这婆娘怎么突然要整全了？以前不是什么都不管吗？具体的我也不知道，明天我去看看存折，这钱咱俩谁拿着都行，反正都是一家人。还是我拿着吧，你一个大男人花钱大手大脚的，我拿着的话能省着点花。行行行，都听你的。严文飞又装模作样的聊了会儿，这才出了卧室。郑桂英知道他肯定跟父母通气儿去了，于是紧随其后。他答应抱养孩子了，但是他突然今天问我有多少钱，他说他要管钱，精打细算。那怎么行？他怎么说也是个外人，不能把钱给他。原来我20多年当牛做马，就只能换来外人2个字吗？只见严文飞点了点头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这么多年7、0、8岁的加起来也有2万多，哪能把这么些钱都给啊？但是他又提出来了，我不能不给。你存了这么多，你也别老在中间吃回扣，被发现就坏事了。那你就跟他说，这些年里里外外花销也大，就存了几千块，正好亲戚家又有急事，就把这钱借出去了，过段日子他肯定就忘记了。行，那就这么干。郑桂英听他们快说完了，赶紧闪身进了厨房。严文飞回到卧室，没看到郑桂英，一瞬间就汗流浃背了。刚出门就看到她从厨房出来。怎么了，文飞？你也要喝水吗？没事，我自己弄就行。我给你打点洗脚水，你一会儿泡个脚舒服。文飞，你对我真好。严文飞不由得一阵鄙夷，真好骗啊！就1、2句话他就感动了。咱夫妻俩不说这个。而与此同时的郑佳佳刚好坐车回了家，车只能停在家属院外面，离家还有几步。郑佳佳刚走2步，就看到周景川。你怎么在这？闲着没事干，出来溜达溜达，正好来接一下你。很快两人就回了家。你姑姑那边怎么样了？需要帮忙吗？对了，我今天还给了我姑姑100块钱，她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。给吧，应该的。你小姑之前对你很不错，现在她有了难处，你自然是要拉扯她一把。你打开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打开就知道了。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，以后交给你保管，你想怎么花都可以。这些钱你都给我？其实我是打算给你买台小轿车，你现在怀孕了，不能骑自行车，每天坐公交车也不方便，到时候跟报社的领导说一下，挂靠单位学个驾照，到时候上班什么的就可以开车去，也省得这么累。现在的轿车不便宜吧？得多少钱？便宜的4万多，你要是想买咱们就买。算了，太贵了，好不容易存点钱。闲存着本来也是要花的，花完了我再给你赚，不打紧。郑佳佳一时间有些感动，就朝着周景川脸上亲了一口。张阿姨，潇潇，小郑呀，你还愣在这里干啥？你快过去看看，你家孩子跟隔壁家王婶的孙子打起来了，张老太在那边拉架呢。什么？于是郑佳佳捎带捡了一根棍子跟着过去。要我说，这又不是你家孩子，你真是嫌吃萝卜淡操心，不就是2个小野种吗？我孙子打就打了，你一个大人还在这儿上纲上线的。郑佳佳刚去就看见张奶奶把2个孩子护在身后，小辉脑袋直接被开了瓢。小辉，你没事吧？甜甜，你帮弟弟擦一下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有本事再说一遍。年轻人怎么火气这么大？替大点的伤口冲一下就没事了，叫唤什么叫唤？这话不光是郑佳佳听着生气，连带着外人听了也是气不打一处来。见郑佳佳一直没开口，王婶子以为是她怕了。你家这小野种，我跟他玩是看得起他，连个玩具都不给我玩，马德给脸不要脸。郑佳佳一个没忍住上去，就给了这个小瘪犊子2巴掌。这2巴掌是替你们教训下这有人生没人管的崽种。我既然嫁进周家，那我就是他们的吗？谁敢欺负他们，我跟谁拼命！你这个破鞋，你还敢动手打我孙子？你凭什么？你要是把我宝贝孙子打坏了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你说这话倒是可笑，你孙子把我儿子脑袋打开瓢了，我不过就是给了他2下，让他长个记性，就是我的不对了。你这么大个人了，你对孩子动手，周景川把你娶回家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要不都说你被男人踹了，那都是活该呀！说不过就开始说我婚姻了，我二婚周景川他都敲锣打鼓娶我，你那闺女就算天天惦记，人家都不稀得看你一眼。而这时王老婆子的儿子跟儿媳妇也闻声赶来，看到自己儿子脸颊肿胀，王铁柱当即就朝着郑佳佳冲过去，没想到郑佳佳直接举起手里的铁棍给了他一棒槌。
我警告你离我远点，要是再过来我就再给你一棍子。有什么事等我男人回来再说。话音刚落，周景川就来到操场这边。别怕，我来了。他们王家欺人太甚，推倒小辉，还给他头上挂了彩。一直以来，周景川都是好言好语对这些邻居，反而给了这王婆子一种周景川好欺负的错觉。小周啊，你管管你那个媳妇，她一个二嫁的还管天管地，还对着我们一大家子又打又骂，还有没有天理，有没有王法了？活该！要我说，家打的都是亲的。你说什么？活该？什么叫活该？小周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通情达理的，你竟然能说出这种话！你孙子打伤我儿子，你们不带着去卫生所，还在这儿围着说风凉话，你们家是土匪窝吗？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郑佳佳看到这一幕，一瞬间觉得乳腺都通畅了不少。平常是不是给你们脸给多了？现在都敢欺负到我头上了？至于吗？就2个孩子闹了闹，你们这也太欺负人了，真当我们王家没人呢？人呢？哪儿有人？我怎么没看见人？周景川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养猪的，能耐什么？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差点把你忘了，我记得你是在国营饭店当厨师是吧？是又怎么样？你能怎么着？记住你今天嚣张的样子，以后别跪着求我就行。这样可以吗？你是怎么想的？可以告诉我。周景川的意思是点到为止，但若是郑佳佳觉得不够，他还可以接着来。可以了，先给小辉处理伤口吧。说完，这一家4口就离开了，人群也渐渐要散去。大家别走啊！你们说说小周，这也太过分了，咋能这么跟长辈说话？他们这也太欺负人了。可当这话一说出口，众人就都散了。要我说啊，这小周以前就不是这样的人，都是因为娶了那个败家女人。要我说，这离婚的女人就是有能耐，一家兄弟2个互相挑拨，一家祸害完不够，还要祸害另一家，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扫把星，扰我们邻里关系。其实王婶子心里也清楚，经这事一闹以后，基本上买不到这么优惠的猪肉了，所以她才在这儿煽风点火，鼓动人说服周景川。王婶子，你可小点声吧，人家郑家好好的事怎么得罪你了？人小2口好好过日子，也没碍着别人什么事，你这嘴怎么跟催了毒一样？就是了，人家嫁过来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连邻居都好的很，怎么你家不是人啊？王婶子被几人噎得一愣一愣的。走吧走吧，回家。他个臭养猪的，装什么装？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的？那个闷棍3棍子也凑不出一个响屁来，担心他做什么？也是，那现在怎么办？难不成小海白挨揍了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现在去找麻烦，刚丢人丢的还少吗？此时周景川他们刚包扎完回到家。王家这次有点太过分了，平常挑拨离间就算了，现在还直接动手，谁知道以后能做出什么事来？这件事你就放心吧，王铁柱那边我有熟人，明天我过去一趟。那你能把他工作撸了吗？你猜？两人相视一笑，郑佳佳心里也有了底。此时忙了一天，郑佳佳只觉得浑身黏腻，于是拿着东西准备去洗澡。果然闷骚的男人最可怕。第二天一早，郑佳佳又是卡着点进了办公室。对不起同志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哪也没撞到。这位同志，你是在哪个部门上班？不好意思，上班快迟到了，先借一步。丁子博看到他的背影，瞬间就对这份工作感兴趣了起来。爸，我想明白了，我要在报社实习，这也算对我的一种挑战。行，那你就直接去翻译部吧，也算专业对口。一会儿我找人带你办手续。而周江梅刚巧看到了跑来的郑佳佳。你没事吧？没撞到哪里吧？没事，结实着呢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知道刚才那位小同志是谁吗？不知道。那是咱们报社社长的儿子，刚从国外回来，看着时髦得很。确实挺时髦的。郑佳佳一边说着，一边忙着手里的工作。没一会儿，郑佳佳就在编辑部跟丁子博对视了。想到两人多少也算是有点交集，便回了个微笑。初来乍到，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。丁子博刚坐下没多久，周围的人就上来七嘴八舌地问着。本来以为郑佳佳也会加入话题，但他却一直在工位上埋头苦干。丁子博几次想要搭话都找不到机会，好不容易有一次跟郑佳佳对视，丁子博赶紧凑过去。郑小姐，这个你懂是什么意思吗？郑佳佳不理解他怎么会问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但还是把答案告诉了他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脑子一时卡住了，没想起来，真是谢谢郑小姐了。不用谢，应该的。等到中午，丁子博拦住了郑佳佳回去的路。郑同志，为了答谢你上午帮我想请你吃个饭，就在食堂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也是新来的，对咱们单位的事情不太了解，你可以去找周编辑他们懂得多一点。走吧，这已经到了饭点，大家一起吃。走吧，佳佳，大家一起吃个饭。你来这么久都没怎么聊过天，都是同事，了解一下也好。郑佳佳权衡了利弊后，还是决定跟着去了。一行人风风火火的到了食堂，坐下后，丁子博还有意无意的把话题扯到郑佳佳身上。
郑同志，你多大了？平常有没有什么爱好？我岁数也不小了，至于爱好吗？也没什么爱好，毕竟平时要照顾2个孩子，太忙了，哪有空培养爱好？父母不能给看孩子吗？还需要你这么辛苦？又不是我爸妈的孩子，是我自己的，当然是我自己看。什么？你结婚了？郑小姐，你这么好的条件，怎么不再多选选？郑佳佳只觉得这人很莫名其妙，现在只想赶紧远离这儿。况且有什么好挑的？结婚选的人应当是人品好的。周景川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咋这么不要脸？不就是小孩打个架，你至于让饭店的老板把铁柱给辞了吗？你的心肠怎么那么黑，也不怕遭报应？王婶子，说话是要讲证据的。你儿子被开除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老板亲口跟他说的吗？你还在这狡辩？不是你能是谁？本来我儿子干得好好的，不就是我们把你给得罪了吗？你就这么欺负人？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？我不就是一个臭养猪的吗？人家国营饭店的老板凭什么听我一个臭养猪的？你……王婶子一时语塞，王铁柱见状都要气死了。这不是存心不让我好过吗？都出这么大的事了，还不赶紧道歉，还在这儿逼逼赖赖。妈，你在这儿胡说什么呢？赶紧给我闭嘴！王铁柱很会见风使舵，他知道现在来硬的没用。周大哥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咱们邻里邻居的你别往心里去。我在这儿给您道个歉，你看你那边能不能通融通融？铁柱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就是一臭养猪的，哪有那么大的本事？你说是不是？不过前几天周景川确实去了国营饭店一趟。周老弟，今天给送来多少猪肉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猪肉可比肉联厂的好多了，顾客吃了都说好，我们这儿的厨师也赞不绝口。周景川听了这话，不仅没有高兴，反而还紧皱着眉头。周老弟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今天来是有事跟你说，以后我怕是不能给你们饭店供应猪肉了。周老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供应的好好的吗？怎么就不行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厨师叫王铁柱？对，是有个厨师叫王铁柱，他咋了？其实也没啥大事，就是他昨天把我儿子给打了，还一直说我就是个臭养猪的，还说你们饭店不缺我这点猪肉。我寻思他要是这么说，咱们也没什么合作的必要了。周老弟，这都是误会，他一个小厨师哪里管得了饭店的事？他说了不算，你不用搭理。但是我一想到他就在你们饭店上班，我心里就很不爽快。这话已经说得很明显了。那老板立马笑着说道：周老弟，这都是小事。那王铁柱本来厨艺也不咋的，还老偷奸耍滑，这样的人我们饭店也不喜欢。我回头就找个机会把他开了，咱们的合作可不能作废。我可是很欣赏你的。这样不太好吧？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事肯定能做到。就是这猪肉，你还照常给我们送。行，老哥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一会儿就找人把猪肉送过来，再多送1份猪下水，你跟嫂子回去卤着吃。王铁柱瞬间就忍不住了。你要这样可就没意思了，真当我们王家怕了你不成？你用手里那点小权力欺负老百姓，就不怕我们去告你？去吧，现在就去告，让公安把我抓起来。刚巧这时李如慧带着2个孩子过来了。让我看看是谁这么厉害，跑到我家来欺负我儿子儿媳妇。我们可没欺负你儿子，反倒是你儿子欺负我儿子，还害得他工作都丢了。你们不该给个说法吗？行了，没证据的事少在那儿胡说。就算真欺负了，那你们也是活该。要不是你们先欺负人，能出现这种事儿？王婶子自知理亏，叫唤了几声也回去了。郑佳佳在一旁看着，心里觉得很是解气。又聊了几句后，李如慧便回去了。夜晚，郑佳佳跟周景川聊着聊着，就提起了报社那个新来的公子哥。这人有些怪怪的，我觉得他可能是对我有意思。他不知道你结婚了吗？知道，不光知道我结婚了，还知道我有2个孩子。你看你紧张什么？放心吧，我不是那种人。行了，早点睡吧。虽然周景川嘴上没说，但是心里还是闷闷的有些不舒服。第二天一早，周景川就收拾利索要去送郑佳佳。打扮这么帅干什么？咱俩今天又不结婚。怎么，我还不能收拾一下了？你也不想看着你男人邋里邋遢的吧？行了，我已经到了，你回去吧。没事，今天养殖场不忙，我陪你多待一会儿。郑佳佳听到这儿就懂了，原来周景川是吃醋了。果然没一会报社的人就来了。虽然丁子博看到一旁的周景川不是很高兴，但还是跟郑佳佳打了招呼。郑小姐，早上好啊。早上好。而这时其他同事也看到了周景川，本以为会是个老男人，没想到却是五官硬朗的大帅哥。佳佳，这是你丈夫啊？对，这是我丈夫周景川，今天来送我上班。周景川没有理会旁人的眼光，而是直直盯着丁子博，直到把人目送回去。好了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小川子，推销吧。周景川的脸微不可察地红了下，随后骑着车离开了。郑佳佳回到报社，很快忙完了自己的工作，中午就直接回了娘家。你怎么过来了？这不刚忙完吗？过来看看你，我还买了点菜，一会儿给你下厨。
佳佳，我来吧，你在外面休息就好。不用了，顾阿姨，我来就行。平常也不回来一趟，回来自然是要亲自下厨。吃饭间，顾美琴总要时不时的提起郑新月，生怕他们对这个亲生女儿改观了。佳佳，你虽然说是给带孩子，但还是清闲得多，不像新月，每天还要读书上学，还要复习功课，都没时间回来。有那么忙吗？我最近也挺忙的，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要在报社兼职，觉得还好呀。你也别太辛苦，本来带孩子就累，就算工作也要量力而行。习惯就好，我现在怀孕了，都不觉得累。新月还这么年轻，更应该有精气神才行。什么？你怀孕了？对，刚怀了没多久。上次老爷子过生日我就说了，难道新月没跟你们讲吗？这种事情郑新月怎么会告诉郑建军？他恨不得郑建军永远都不要知道。对了，美琴，你赶紧回屋里给佳佳包个红包，这可是大喜事。顾美琴脸都绿了，但又不好说什么。郑佳佳美美收下红包，心满意足。大，你去外面送送我吧，正好有点事情想跟你说。说吧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于是郑佳佳把郑桂英的事全盘托出。这是真的吗？这种事情可不能乱说，一定要有证据。当然是真的，我跟景川亲眼所见，而且我小姑已经找人调查了，那个小三是车间的工人，现在肚子都6个月了。不行，你小姑怎么能让人这么欺负？我得过去一趟。郑佳佳见状连忙把人拽住。大，你不能冲动，别打草惊蛇，等有了足够的证据，咱们再过去给小姑撑腰。郑建军听到这儿也觉得是自己欠考虑了，两人又说了一会，郑佳佳才离开。回到家后，孩子已经被周景川带去养殖场了，郑佳佳也懒得两头跑，于是打开电风扇，手里抱着一半西瓜，别提有多惬意了。而与此同时，王婶子戴着口罩去了养殖场。小伙子，给我来这块。这不就是老大那个邻居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卖你。凭啥不卖我？我都等这么久了。别以为你戴个口罩我就不认识你了，你不就是我们老板那个邻居吗？黑心的很呢，以后我们厂里的猪肉都不卖给你，你爱去哪买去。你这小伙子怎么回事？我花钱来照顾你们生意，你们还不卖肉给我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可无论王婶子好说歹说，六子都没再给他一个眼神，对后面来的人反倒是客客气气的。捧臭脚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王婶子只能在嘴上找回点气势，可她现在就好像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而自己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丧气的回家。老人邻居是养猪的，可自家却买不到肉，跑遍全村净搜刮不到半滴油水，气急回家却惨遭孙子辱骂。你个老太婆，赶紧给我炖肉，我都好几天没吃肉了。听到自己日夜袒护的孙子这么叫自己，王婶子一时间都忘了说话，可儿子跟儿媳就坐在一边却无动于衷。老太婆年纪大了，耳朵也不好使了吗？我说话你听见没？你个崽种，我可是你亲奶奶，竟敢叫我老太婆，你个不知好歹的玩意儿！看见王婶子打自己的孩子，王铁柱老婆一时间心疼起来，一家顿时就乱成一锅粥，吵得不可开交。隔壁邻居的郑佳佳自然也是听到了，正当自己出门时，还看见王婶子坐在门口哭嚎。问郑佳佳哟，我寻思是谁呢？怎么几天不见，教养也没了？郑新月向来都是把话选择性的听。你这怀孕了还走路出门，看来周景川对你也不怎么样，不像云燕打我宝贝的紧，一回家就给我端茶倒水的。还有云燕她吗？你不是说她不好说话吗？我看就是你的问题，人家现在天天给我做饭。你要是实在没话可以闭嘴，你不会大老远过来就是给我炫耀你这些小恩小惠的吧？那周景川还马上要给我买小轿车呢，要我说你就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，多大的人了还在乎这点东西？听到这话的一瞬间，郑新月的脸都绿了。郑佳佳要是真的开上了小轿车，那自己的面子还往哪儿搁？行了，你就吹吧，小轿车你说买就买，我看你是死鸭子嘴硬，吹不吹牛的你心里也知道。反正现在钱在我手里，买不买也是一句话的事。倒是你手里拢共有几块钱啊？听姐一句劝，赶紧把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吧。男人有钱就花心，尤其是周云燕这样的男人，有些话我也不方便跟你说，你自己多注意吧。郑佳佳仅仅几句话就把郑新月聊得心痒痒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以前周云燕还出轨过？思索间，郑佳佳早就已经走远了。妈，你干嘛呢？这都几点了，还不做饭？我病了，今天没法做饭，你做吧。天天装病，真有意思。高慧兰之前确实是装病，但今天是真的不舒服。谁装病？我上了一天班回来，刚吃了药躺下，你就回来了。你看这大院里谁不做饭？又不是天天让你做，你跟你姐比真是差远了。我不如我姐，那她那么好，你们还把她逼走？谁规定媳妇就一定要会做饭的？我之前就说过，
我不会做饭，怎么现在又拿这个来说事？周云燕跟周爱国刚进门就听见里面吵得不可开交。以前郑佳佳在家的时候可从来不会这样，自从郑新月嫁过来就没有一天安生日子过。行了，都别吵了，一天到晚的还嫌不够丢人，邻里邻居都听着呢。以前郑佳佳顿顿4菜1汤，人家都没有怨言。周云燕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他先说话呛我，怎么你们一个两个的都忘不了郑佳佳？要不是他老拿我跟郑佳佳比，我犯得着跟他吵架吗？别他的，连妈都不知道叫吗？尊重长辈是最基本的教养。行，你们是一家人，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，你们厉害，我一个外来的得罪不起。我刚刚在路上还碰见郑佳佳了，连周景川都要给他买小轿车了。你们呢？我结婚的3转1响都是砖头做的，现在就因为这一顿饭就对我恶言相向。我告诉你们，想欺负我没吗？拿我跟周景川比，你怎么不看看你姐？人家顿顿4菜1汤，还孝敬公婆，还有体面的工作。你呀，就来的时候带了点彩礼，还一天到晚攥在手里，想让我们对你好点，你做到份上了吗？心里咽不下这口气，两个人就开始互相攻击。最后郑新月说不过把门一摔跑了。等周云燕追出去，人早就跑远了。回去后，周云燕满脑子都想着郑佳佳，而此时的郑新月回家一直哭哭啼啼。那他们太欺负人了，我这才嫁过去多久，他们就老拿我姐说事儿。我每天上学都那么累了，凭什么回去还要给他们做饭？顾美琴听到郑新月的哭诉，心里也是一阵心疼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他们这么欺负人，妈一会儿就跟你回去好好问问他们，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我都跑出来了，周云燕也不知道追出来看看，你说他们家是什么意思？一旁的郑建军也算是听懂了来龙去脉，而郑新月说着，还时不时的看向郑建军。爸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你是不是不疼我了？这件事你也不用来找我，我之前就跟你说过这周家不好，你还是非要嫁。当时我也说了，过得不好你别回来哭，你当时也是答应了的，这是你撞破脑袋都要嫁的人，过得好与坏你都受着吧。爸，结婚有个磕磕绊绊的很正常，又不是不过了，我只是现在受欺负了，你都不为我出头，你难不成就看着我受气？你妈说了，小两口吵架很正常，你实在不行就离婚，你离婚了就算回来，我跟你妈也养得起你，要是不离婚就趁早回去吧，老往娘家跑别人看了笑话。郑新月明白郑建军是不会管自己了，只能闷闷地回了房。可让郑新月担心的是，周云燕一连2天都没有来找过自己。月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说我爸是不是不想管我了？就因为我不是他亲生的，要是郑佳佳出了这种事，他肯定不会不管的。你提他干啥？我就是觉得委屈，你嫁给我爸这么多年，他都没把咱娘俩放在心上，心里还八成惦记郑佳佳那个早死的吗？虽然这些年自己也知道郑建军对自己怎么样，但郑新月的这番话还是让自己心里不舒服。你快吃饭，等会儿妈带你去周家讨个公道。周家这会儿也是愁云惨淡，高慧兰还卧病不起，周云燕现在还满脑子都是郑佳佳。忽然间门外传来一阵声音：周云燕、高慧兰，你们给我出来！我们家新月刚嫁过来几天，你们就想拿捏她？嘿，你家姑娘懒得屁股上都生疮，谁家媳妇不做饭啊？就她厨房里油倒了都不知道扶一下，谁家儿媳妇能懒成这样？她还要上学，凭啥干家务？她要上学，我们家其他人就不用去单位上班吗？就她有事，我们都没事。我们是娶媳妇，不是娶了一尊大佛。她爱回娘家回娘家，你愿意伺候你伺候，少来我们周家找晦气。左邻右舍听着都出来吃瓜。就是说嘛，谁家儿媳妇啥也不干啊？反正我肯定不会让我儿子娶个这种媳妇进门。要我看啊，还是佳佳好。之前周家被收拾的多敞亮。到了最后，高慧兰直接无差别攻击，连带着顾美琴也一起骂。顾美琴也是没想到事情是这样，只能带着郑新月灰溜溜的离开了。懒成这样，还好意思找上门，不嫌丢人。当晚，周云燕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满脑子都是郑佳佳的好。第二天中午一下班就去报社门口蹲着，郑佳佳刚出来就看见有人拦着自己。佳佳，我来接你下班了。你谁啊？凭啥接我下班？佳佳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我现在已经知道我做错了，我不该动手打你。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。大柱，把你 BGM 关了。求求你跟我回去吧，妈她也很想你。想我是想我做的饭、洗的碗、扫的地了吧？佳佳，你以前不是最喜欢跟我一起聊天了吗？咱以前日子不是过得挺好吗？咱们复婚好不好？那郑新月呢？她不是跟你结婚了吗？你把她放在哪里？我已经把她赶回娘家了，以后不会有人打扰我们。佳佳，我也会把你肚子里的孩子当自己亲生的，你回来吧。郑佳佳看着周云燕这副样子就觉得恶心，她不过是觉得自己是个免费的保姆。周云燕，你最好别给脸不要脸，有病就去治，谁想跟你复婚？下一刻，周云燕眼前突然来了一个高大的身影，二话不说就对着她来了一拳。不是，你有病啊！你谁啊？前夫报社门口跪求复婚，女人还未开口拒绝，她就被别的男人抱走，难不成这时又有新欢？不是，你谁啊？你有病啊！
打我做什么？你管我是谁？看你不顺眼就打喽，婚都离了就少来我们报社放肆。我跟郑佳佳好歹是夫妻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话罢，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，还是报社其他同事出来才把两人拉开。两人脸上都挂了彩。以后你再来我们报社纠缠郑小姐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周云燕只能灰溜溜的离开。经过周景川家时，她直接就朝里走去。哟，忙着呢，你不知道吧？你媳妇在报社忙着红杏出墙呢，你还能在这儿乐乐呵呵的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快看看吧，我替你气不过说了人家2句，那男的就像发了疯一样过来揍我，你最好还是管管，以后。周云燕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谁让你跑来我家编排我媳妇的？她就不是那种人。哥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说郑佳佳了。周云燕没一会儿就开始求饶，相比之下，周景川干养殖的力气大得很。周景川，你别打了。两人回头一看，来人竟是郑新月。郑新月本来在家一直等着周云燕，结果他却迟迟不来接自己，就想着看能不能来周景川家里碰碰运气。这一次就当是个警告，以后再敢上门说些有的没的，你别想完好无损的走出这个门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走，咱先回家，我煮个鸡蛋给你揉一揉。新月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跟你置气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回到家后，高慧兰看着儿子这一幕也是被吓了一跳。云燕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动手打你了？妈，云燕被周景川打了，他也太过分了，好歹也是亲戚，下手竟然这么狠。要不是我及时赶过去，云燕怕不是要被他打死。他为啥动手？凭什么动手打人？周云燕自然不会实话实说，反而添油加醋的说自己撞见郑佳佳出轨。高慧兰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走，妈带你找大伯他们说理去。周云燕满是心虚，但心里又很是不甘。妈，你去吧，我现在浑身都疼，这件事你出面解决就行。于是高慧兰带着周爱国跟郑新月一起。此时郑佳佳也回了家，周景川把周云燕来闹的事情告诉了郑佳佳。我是真没想到他这么不要脸，我都拒绝他这么多次，他还来找我求和。而这个时候，高慧兰一家已经浩浩荡荡的去了李如慧那儿。怎么了？这是大嫂，你家儿子你还能不能管？你儿媳妇不检点，我儿子好心提醒却被你儿子打了，好歹咱们也是亲戚，怎么下手这么狠？凭什么说我儿媳妇？没有证据你们就是造谣，被打也是活该的。你也袒护你家儿子，你要是不给解决，那咱就报警吧。你报啊，我看警察来了抓谁。就在这时，郑佳佳跟周景川来接孩子。我听听是谁造谣我，说这话也不怕遭报应，也不怕口舌生疮烂嘴，说谁知道。我呸，真是不要脸，周家怎么能出这样的人？郑佳佳也没惯着他，反而还看向一旁的郑新月。知道周云燕为什么要造谣我吗？那是因为她找我复婚我不答应，气急败坏倒打一耙。你说什么？周云燕没告诉你吧？今天我刚下班，她就把我堵在报社门口，还说已经把你撵回娘家了，求着跟我复婚。有同事砍不下去帮了我一把，却被她说成是跟人家有一腿，真是人脏了看什么都脏。你胡说，你这个老女人还大着肚子，周云燕看上你什么？这你就要好好问问你的云燕哥了，他甚至还说不会嫌弃我肚子里的孩子，要当亲生的养。不可能，我也能给他生孩子，他凭什么要帮你养孩子？他脑子又没变。此话一出，在场的几人都神色怪异。你想给他生孩子，那你加油，生了孩子就能拴住他了，省得他来骚扰我。一旁的高慧兰生怕郑佳佳会说出真相，赶紧拉着人离开了。回到家后，高慧兰赶紧问儿子：你跟妈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找郑佳佳复合去了？是，但我就是随便说了几句，就有一个男人出来给他出头，这一看就是两人有一腿。你以后可别这么干，被别人看了去那都是笑话。妈，你说佳佳是不是心里其实还是有我的？有没有可能她是在跟我赌气？怎么可能？再赌气也不能赌到这份上，她那肚子都那么大了。周云燕还是不愿相信。到了晚上，受了刺激的郑新月非要缠着周云燕圆房，怀哪门子孕，怀一肚子黄瓜子还差不多。但自己又实在拗不过新月，只能借着上厕所的空档摘了根黄瓜，依旧是老姿势，依旧是老演员。这个时候的郑佳佳跟周景川也在聊天。你说郑新月结婚这么久了，不该还没发现周云燕是怎么瞒过去的？应该是用工具吧。郑佳佳闻言忽然笑了起来。我的好妹妹，你猜猜你的老公是黄瓜还是胡萝卜啊？而另一边的周云燕看着黑漆漆的屋顶，既然从郑佳佳这儿没办法下手，那就从周景川这儿来吧。周景川原来有个前女友，还是文工团的台柱子，两人是因为周景川领养了2个孩子分手，但周景川也没有再挽留过。中午下班时，郑佳佳提出要请丁子博吃个饭。好呀，我们去哪儿吃？去附近的饭店吃点吧，行吗？好呀，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店味道还不错。两人到饭店不久后，便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等菜上桌。就在这时，郑佳佳又看到了严文飞，她连忙给丁子博使了个眼色，让他噤声。虽然是背对着他们，但还是能听清几句。家里那个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竟然还提出来要管钱。文飞，你可不能把钱给他，等我把儿子生下来，
有的是要花钱的地方。不过也没事，咱们可以先让他安心，等板子抱回去，我再把钱一点一点要回来。接下来就听不清两人说什么了。严文飞也许是下午还要上班，两人没一会儿就离开了。怎么，刚才那两人和你有过节？郑佳佳自然不想把这件事说给外人听，于是就随便搪塞了几句。丁子博也识趣的没再问。郑小姐，我是一个直白的人，相信你也能看出来，我从见你第一面我就觉得你完全符合我的审美。我知道你结婚了，还有2个孩子，但是这没关系，我想做你的情人可以吗？要不说国外回来的都思想前卫呢。丁子博表情甚至看不出一丝尴尬害羞，全然一副如沐春风的样子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介入你的家庭，也不会被人发现，我会做一个完美情人。要是别人这么说，郑佳佳可能会给对方一巴掌，但奇怪的是，丁子博说出来却完全没有让人讨厌的想法。郑佳佳觉得可能是对方太坦荡了。丁翻译，我希望这话是你最后一次说。你昨天帮我很感激，但我并没有要出轨的想法，也不想找什么情人。希望你以后别再说这种话。对不起，郑小姐，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，咱们还是朋友。假如你以后婚姻有不如意的地方，是不是意味着我还有机会？怕是没有机会。行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咱们吃饭吧。但即使郑佳佳拒绝了自己，丁子博还是一如既往的欣赏郑佳佳。华国讲究礼义廉耻，况且感情的事本来也不应该是一个人的自作多情。男人婚后前女友炸裂登场，伪装绿茶只为男人妻子破防。不料女人大局为重，把握时机拿下生意，甚至在前女友的场子里惊艳众人。晶晶姐，你这是来买猪肉吗？我们今天猪肉卖完了，真是不凑巧，要不你明天再来买吧。好久不见小六，我不是来买猪肉，我是找景川有事要谈，你先忙你的去吧，回头有机会再聊。你找老大有事，他跟大嫂正在那边忙活呢。韩晶晶听到这2个字，心里很是不舒服。这才过了多久，这帮人就叫别的女人嫂子？而另一边的郑佳佳全然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，她正忙着做些卤煮给厂里的人分着吃。景川结婚我都没有过去，正好今天来给他们送个祝福。你这不是闹呢？人家小两口过日子，你个前任送哪门子祝福？但是该说的六子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人家摆明了揣着明白装糊涂。老大，你自求多福吧。韩晶晶走近后，难免开始打量郑佳佳。穿着一般扣5分，气质一般扣3分，一个女同志却在这里涮洗大肠，周围充斥着一股臭味，直接扣10分。郑佳佳一开始并不在意，以为这女人是跟六子认识，可当她抬头看去，却发现那女人跟变脸似的，此刻满眼震惊。景川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听见这话，郑佳佳心里咯噔一声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好久不见，挺好的。景川，你结婚怎么不通知我？要不是别人说我还不知道呢。咱们这关系你还跟我见外？周景川此时警铃大作，我又没病，结个婚还要通知前任，那不是没事找事吗？正当周景川想怎么回复时，韩晶晶又开了口。景川，你不会还对以前耿耿于怀吧？以前都是我不懂事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好，郑小姐，我是景川的前对象，咱们认识一下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这有什么可介意的？谁还没有个过去？郑佳佳全程温柔笑着，丝毫看不出一点情绪。景川，过2天我们团里有舞蹈表演，我是主舞，我希望你能来看。听说你最近养殖做得不错，我们团里也有食堂，可以给你引荐一下。钱什么时候赚都行，但当务之急是要给足郑佳佳安全感。还是不了，最近比较忙，怕是没时间去。再忙还没时间谈生意吗？人家韩同志好心好意过来给介绍客户，你这样可就不合适了。韩同志，你别听他胡说，到时候我们一定去给你捧场。我老喜欢你们这种跳舞好看的女孩子了，可以吗？韩同志。韩晶晶听完也愣在原地，我好像没说让他也去吧？但是毕竟现在人家主动提出来，更何况周围还有那么多人看着，也不好拒绝。那自然是可以，到时候你们提前过来，我帮你们留位置。韩晶晶想了想，就算郑佳佳来了，自己也不会吃亏，让她看到自己的优秀，她绝对会自惭形秽。景川，那养殖场的大门在哪儿？你送我出去吧。只走左拐，不送。他肯定还因为我当初甩了他怨恨我，但是没有爱哪来的恨？周景川，你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？等韩晶晶走后，周景川才小心翼翼解释，刚才那个韩晶晶确实是我前对象，但我领养了大宝2宝之后，我们俩就分手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来这儿，但我保证我从来没有联系过他。郑佳佳在一旁忙着手里的活，对周景川的话置若罔闻。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跟他真的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解释什么？我又没说你俩有一腿，怎么心虚啊？说不吃醋是假的，但是谁没有个过去呢？我没心虚，我就是怕你误会。对了，那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去看表演啊？我也不缺这一单生意，而且不瞒你说，现在跟你结婚了，我也不想跟他来往。你傻呀，有钱不赚王八蛋，能挣钱为什么不挣？而且那是文工团，供货量肯定不小。郑佳佳挥舞着菜刀，重重的砸向案板。我不想欠对方人情。这有啥？现在咱们是两口子，你欠他人情跟我欠他人情是一样的，回头这人情我帮你还。很快六子也买完调料回来了，一回来就把周景川拉到一边。老大，
没事吧？那女人有没有乱说话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就你今天的表现，傻子都能看出来有猫腻。但是还好，你大嫂眼里只有赚钱，没有吃醋。周景川又把刚刚的事给六子讲了一遍。嫂子真是牛，谁说女同志不成事？每天就知道东家长西家短，我看嫂子就挺厉害，以后肯定是个女强人。周景川听到夸自己媳妇的话，也很自觉地挺直了脊背，没说两句又屁颠屁颠回去帮郑佳佳一起炖肉。六子也紧随其后。嫂子，你怎么调教的我们老大？竟然这么听你的话，以前可从来没见过他干这些。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，本来就是要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的。没有人规定厨房的活儿就是女人来做，我们俩就是我体恤他，他也体恤我。一旁的几个大男人听了，也不由得开始反思自己。肉很快就炖好了，郑佳佳的厨艺了得，大锅一端，养殖场的人就围了上来。嫂子，你这厨艺真是没话说，太香了！这要是拿出去卖，得赚多少钱？等吃完饭后，郑佳佳还让每个工人带回去给老婆孩子吃，几人瞬间感动得红了眼眶。等人都走后，郑佳佳提出要去小姑那儿一趟。那个颜文飞保不齐已经起了疑心，我得去提醒提醒小姑。你去吧，我先把孩子送回去，一会儿我骑车过去接你。而此时此刻的郑桂英却东窗事发，被家人围堵在自家的客厅里。我可真是小瞧你了，咱们夫妻20多年，你竟敢在背后查我，你想干什么？郑桂英担心他们故意套自己的话，于是打死不承认。文飞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妈，你就别装了，你一个家庭主妇，离了我爸你还能做什么？你就别整那些幺蛾子了，我可不想成了没爸的孩子，去了学校都被人笑。彩霞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郑桂英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前脚给女儿做了思想工作，后脚就被她给卖了。妈，我也是为你好，大宝养个儿子传宗接代怎么了？你又生不出来儿子。颜文飞目光很厉，说你查到什么了？你还想跟我离婚是吗？谁给你的勇气？我就把话撂在这儿，离了婚你什么都不是，迟早饿死在街上。说话间，颜文飞还揪着郑桂英的衣服，做事就要打人。严母见状，赶紧过来打圆场。文飞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桂英可是你老婆。郑桂英本以为他是帮自己的。桂英，你也别怪文飞，他就是太想要一个儿子了。等他把那个孩子抱回来，你还是我们的儿媳妇。婚是肯定要离的，你儿子他背叛婚姻，我想想都觉得恶心。我给那个女人腾地方。颜文飞显然是不想娶那个女人，什么样的女人适合过日子，他心里门清。桂英，刚刚是我冲动了，我不想跟你离婚，也不想娶那个女人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同意不追究这件事，我以后一定回归家庭。妈，你就别闹了，我求求你，不就是爸在外面抱个儿子回来吗？这对你来说不是好事吗？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多躲避缘？全家人等了半晌都没等到郑桂英开口说话，颜文飞此时也装不下去了。那你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离婚，存款各一半，孩子我带走。我才不会跟你走，你想都别想。你要是跟爸爸离婚了，我就恨你一辈子。还想分一半钱？你真是青天白日做梦，女儿也不会跟你走。你要是同意，你就收拾东西滚蛋。说到后面，颜文飞再次动起了手。此时郑佳佳也赶到门口，敲了几声，完全没有人理他。而门内的颜文飞一听到门口的动静，就把郑桂英锁进了卧室。郑佳佳喊着周围的邻居：“这家遭贼了，有没有人啊？”不能吧？我刚还看他们全家人好像都在，怎么这会儿都没动静了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很快就把保卫科的人叫了过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还是第一次见随随便便撬别人房门的，保卫科就是这么办事的。姑父，保卫科的人是我叫的，我刚才那么大声的敲门，你们听不到吗？我小姑呢？我找她有事。可那地板上分明还有几滴没有干透的血。小姑不会出事了吧？女人意外得知温文尔雅的丈夫出轨，她筹划一切打算带着孩子脱离苦海，不料亲生女儿竟成告密者，女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。你干什么？这是我家，不是让你造次的地方。你把我小姑关起来干什么？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你小姑去买菜了，一会儿就能回来。你现在是在干什么？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大家都散了吧，误会一场。既然什么事都没有，为什么不敢打开门让我看？你这么着急让大家走，不是心虚吗？这里是我家，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。我有没有胡说你心里清楚。我现在要你打开门，我要确保我小姑的人身安全。你别以为大家都是瞎子，地上的血是怎么回事？颜文飞额头上的冷汗都快掉下来了。就是啊，老严，你就打开门让这姑娘看一下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也别让她冤枉了你。不是我心里有鬼，这是我家。他说藏人我就藏人了吗？他这摆明了就是搅家精。话音刚落，周景川就径直走进来。怎么了？你说。郑佳佳把来龙去脉跟周景川说了一遍。我小姑肯定在里面，说不定她还动手了。周景川直接上前一脚就把门踹开，里面赫然躺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女人，周围的邻居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大家都看见了吧？我这姑父看起来人模狗样的，人前装好人，背后打老婆，
严文飞看着大家谴责的目光，脑子一转就开始信口胡诌。是他不守妇道，我气不过才打的。郑桂英还没来得及开口，郑佳佳就开始指着严文飞的鼻子骂：翻译妈的屁！你是畜生吧？打完人还污蔑人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丑事。你跟厂里那个高云搞在一起，现在那女的还怀了孩子，到底是谁不忠？你少胡说八道，凭什么污蔑我儿子？赶紧滚出我家！我今天就把话放这了，谁要是敢动我媳妇儿一根手指头，甭管是谁，见一个我打一个。谁说佳佳胡说八道？你敢说你跟厂里的那个高云没有关系吗？严文飞摇了摇头，这话你可不能胡说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当然有，今天你跟那个小三在饭店吃饭的时候，我就在你斜对面，你怕是没看见我吧？那个饭店的服务员也看得清清楚楚，要不要找来问一下？严文飞心中早已混乱不堪，我小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，平常都舍不得在外面吃碗面，你倒好，几次三番带着那个女人吃香的喝辣的，你还是不是人？郑桂英此时也不再留情面，她转身回了卧室，拿出一叠照片，然后转身发给了在场的众人。我郑桂英从来不冤枉人，20年的夫妻实在是让人心寒。其中有几张照片甚至是严文飞带着高云做产检的，可谓是铁证如山。这都是什么时候拍的？好你个郑桂英，竟然背地里干这种事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大家看到了吧？是这个人出轨在先，把小三肚子搞大，现在还动手打我小姑，这简直比陈世美还要丧良心。谁摊上这样的男人不害怕？你就应该跟我小姑离婚，财产也得分他一半。严文飞此时害怕的双腿都在打颤，顶着这样一个名声，几乎在厂里混不下去了。你这个坏女人，为什么要让我爸妈离婚？我爸出轨又怎么样？这还不是因为我妈生不出儿子。郑佳佳此时都要气笑了，亏你也吃了这么多年的粮食，上了这么多年的学，都学到狗肚子里了，这些都是跟你爸学的。我这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？跟我离婚，想都别想。郑佳佳只好报警。桂英，你这是要逼死我跟你爸？要是公安过来了，我们俩就不活了，非要把脸丢光你才甘心吗？行了，你们也别装了，要不是我，你们二老身子骨也不会这么硬朗。就这样，你们还要跟严文飞瞒我？你们也别找那些借口，你们的悄悄话我都听见了。周围的群众也可算是听明白了，没想到这二老平常慈眉善目的，结果一家子做的是这么过分。没一会儿，公安同志就来了，了解情况之后，一行人就去了警局。半路的时候，郑佳佳让周景川给郑建军通的气儿，另一边的郑建军着急忙慌的就要出门。怎么了？这是要去哪？桂英那边出事了，闹到了公安局，我得过去给他做主。桂英她怎么了？被那个王八蛋打了，现在在公安局闹离婚呢。郑建军马上要出门的时候，顾美琴却一把拽住了他。这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，你妹孩子都生了，离婚这又不是多光彩的事。意思桂英挨了打，我这个做大哥的不应该管吗？郑建军不再理会顾美琴，没一会儿他就到了警局，看到自己的妹妹被打成那样，脸上满是怒气。你要真想跟我离婚，那彩霞你别想带走，以后也别想回来看女儿。当初你们家条件那么差，桂英不嫌弃你家里一穷二白，你就是这么对她的。我们家真是当初瞎了眼，才挑中你们这么一家小人。必须离，大哥支持你，大不了大哥养你。郑建军的话就是郑桂英的底气。郑桂英不同意条件，严文飞便喜提拘留所7日游。严父严母一回到家就老泪纵横，拉着严彩霞在那儿吹耳旁风。此时的郑桂英跟着郑建军回了家，顾美琴也是一脸的不情愿。没一会儿，严彩霞就出现在了门口，绘声绘色的哭诉：彩霞，我跟你爸肯定是要离婚的，你跟我走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吃苦，留在那个家，你不会有好日子的。严彩霞以为自己哭诉一番，郑桂英肯定会心里不舍，可没想到郑桂英铁了心要离婚。我都这么说了，你还要怎样？你这么没用，离了我爸你还能做什么？要让我跟着你一起吃苦吗？你想都别想。一旁的顾美琴见状，赶紧过去打圆场。桂英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他毕竟是个孩子，谁不想家庭和睦？给了台阶你就下吧。什么叫给台阶就下？严家干的那叫人事吗？别人家的事你少管。你冲我发什么火？我也是好心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以前只要自己红了眼眶，郑建军必定会心疼，但这会儿涉及到原则性问题，郑建军也不打算再惯着他。你也不看看你刚刚说什么了？桂英被人这么欺负，凭什么还要带着忍辱负重？郑桂英没有理会两个人，而是深深呼了口气。你走吧，从今天开始你认不认我都随便，你回去告诉他们这个婚我离定了。你离婚就离婚，离了婚我爸再娶个新媳妇回来，到时候你想回来都没人要你。严彩霞一回到家，严父严母就围上来，一听他没把事办成，就恨不得用手在他头上戳个洞出来。你怎么什么事都办不成？你个没用的东西！另一边的郑佳佳正在准备要去文工团的衣服。有你前女友好看吗？别提了，都以前的事，
也是别人介绍的，没有多少感情基础，分手了几乎没联系过。你真是撒谎不打草稿！我听别人说你们那会儿差点就结婚了，这还叫没有感情基础？我不能否认我们两个谈过对象，但是我周景川活了20多年，只喜欢你。好吧，那我就勉强信你了。来，把最后一句再说一遍。这辈子我只喜欢你。这时2个孩子突然进来了，周景川正了正神色。大宝、二宝也不小了，按理说该分房睡了。回头再说吧，得慢慢来。小孩子一开始分房睡害怕。我不怕，我胆子大着呢。周叔叔，我也不怕，我跟小辉去隔壁屋睡。周景川就这样连哄带骗的把2个孩子忽悠到了隔壁，两人对视齐齐笑出了声。前女友对丈夫发出盛情邀约，女人不仅不吃醋，甚至还一口答应。不料女人出尽风头，仅凭一曲成名。景川，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早，我今天担任主舞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，还请多担待。韩晶晶自诩是文工团最漂亮的，也是跳舞最好的。当她沾沾自喜时，却听到旁边人的议论声。韩晶晶同志一旁的那个姑娘，你们认识吗？长得可真好看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姑娘。不知道，没见过，不会也是文工团的吧？要是文工团的，那咱们可真是有福气了。虽说声音不大，但还是传到了他们这边。韩晶晶脸上一瞬间就挂不住了。这帮人还真是肤浅，那就先不说了，我先去准备，一会儿结束之后，我带你们见食堂的主管。好的，辛苦你给我们找这么好的位置。没一会儿表演就开始了，开头舞就是韩晶晶的。要不说人家是台柱子呢，这跳的确实好。可接下来的舞蹈需要钢琴伴奏，本来农村会弹钢琴的就少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，刚刚接水的时候手还被烫到了。此时的团长在一边急得团团转。还有谁会弹钢琴？先上去顶上。观众席的郑佳佳跟周景川看着一旁的几人，着急忙慌的，于是便走过去询问：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弹钢琴的同事刚才手被烫到了，现在没人会弹，我们出去找人救场。我会弹，你们弹什么曲子？有谱子吗？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先不跟你们说了，我们先出去了。我真的会弹。行了，郑同志，这又不是村里唱大戏，你哪里会弹钢琴？这不是闹笑话吗？可一旁的团长却是走不动路了。这姑娘长这么漂亮，看起来也不像是会开玩笑的主。这位同志，有谱，你能照着弹是吗？你跟我去后台准备一下，拜托救急。韩晶晶还想说什么，却被团长打断了。我相信这位同志不会在这个时候开玩笑的，既然他说了会弹，那就是懂的。我跟你去后台。韩晶晶看着这一幕，忍不住向周景川抱怨：景川，你怎么也不拦着点？她一个家庭主妇哪会弹钢琴？要是一会儿闹了笑话，多丢人啊！你说话注意点，佳佳不是托大的性格，她说会那就是会。说话间，表演开始了。郑佳佳在台上游刃有余，可作为主舞的韩晶晶，由于大家目光都聚焦在郑佳佳身上，她一时失神，摔了一个踉跄。还好大家都没注意她。下台后，团长感激地握着郑佳佳的手：实在是太感谢了，郑同志，今天多亏你救场，要不然麻烦可就大了。你钢琴弹得真好，有没有想法来我们团里？不了，多谢夸奖，我现在有工作，在报社做翻译，怕是没那么多精力。被郑佳佳拒绝后，团长还有些失落。郑同志，那你一会先不要急着离开，我们这边忙完，我请你吃个饭，你可一定给我这个机会，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。郑佳佳想了想，还是答应了。一旁的韩晶晶咬牙切齿，她也更是因为这次失误被换掉了主舞的位置。等演出结束后，韩晶晶出去，恰好碰见郑佳佳他们在跟团长说话。谢谢您，不过得过会儿，我们一会儿还有事。韩晶晶同志要带我们去食堂那边。对，我丈夫是开养殖场的，听说咱们食堂现在需要大量的猪肉供应，我们去谈谈，看看能不能合作。食堂主管我认识，我带你们过去吧，不需要谈，只要价格合适，这合作肯定能谈成。小郑呀，你这次可帮了我大忙，真的很感谢。真的吗？那真是太感谢了，一点小忙应该的，不足挂齿，您也不必放在心上。晶晶，走吧，咱们一起过去。郑佳佳其实早就看到了韩晶晶，只是故意把她晾在那儿。韩晶晶摇了摇头，既然张团长带你们去，那我就不去了，我还有点事先走了。那行吧，那你先忙吧，忙完咱们再联系。说完，郑佳佳他们就跟着张团长一起出去了，合作可谓是十分顺利，明天就能给供货。谈完后，张团长跟郑佳佳互相留了联系方式，又寒暄了几句之后离开了。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还会沾媳妇的光，也算是当了一次软饭男。咱们要不跟韩晶晶说一声吧，毕竟是她邀请咱们过来的，现在要走了不打招呼也不礼貌。可两人刚过去，就听到张团长在训韩晶晶，就直接离开了。回去的路上，两人有说有笑。你给我的惊喜越来越多了，你怎么会弹钢琴？你不知道我有个多才多艺的老妈妈。你妈真是可惜了，年纪轻轻就过世了，不然以她的能力，你一定会更加出色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我现在还不够优秀吗？两人打闹着就回了家。而这边的韩晶晶一出门，就看见等在门口的周云燕。怎么样，韩同志，你有去找周景川吗？别来烦我，
你跟周景川有仇，你自己去找，别拉我。韩晶晶直接离开了，气得周云燕在心里破口大骂。而这边的郑佳佳已经做好了一大桌饭，两人吃饭间聊起了郑桂英的事。不管严文飞怎么说，我觉得小姑是不会再跟他和好了。还有那闺女也已经养歪了，不要也罢。谁说不是呢？这孩子还是我小姑辛辛苦苦拉扯大的，结果一心向着那个渣爹。那你小姑现在住在你爸那边应该也不容易吧？你那个继母也不是个好说话的。这确实是个问题，他老师的工作够呛能回去了。那就到时候看吧。我厂里缺一个做饭阿姨，要是小姑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先过来，我按工人的工资给她。你们厂里不是还有会计吗？我小姑可以一边做饭一边跟着学做账。行啊，小姑她愿意学的话，我明天就跟会计说一声。周景川这么说，郑佳佳心里也是一阵感动。自从家里出事之后，周景川帮了不少忙。夜晚两个孩子又勇敢地去了隔壁，两人甜言蜜语了一会儿才睡。第二天一早，周景川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。郑佳佳打算忙完工作就回家一趟，而郑新月听了家里的事，她便立即回家要帮顾美琴。小姑，你也一把年纪的人了，你还想一直住在亲哥家里混吃混喝吗？就算我爸不说你，你也不能这么心安理得吧？我劝你还是早点搬出去，不然别到最后闹得谁脸上都不好看。这话是你爸的意思？就算不是我爸的意思，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很难理解吗？一把岁数了还学人家闹离婚，你不嫌丢人，我们还嫌丢人呢。你还是趁早搬出去吧。你爸都没说什么，但我想怎么住就怎么住，这儿还轮不到你这么跟我说话。而郑新月仗着郑建军不在，什么难听说什么。你说这话真搞笑，你只是我爸的妹妹，谁家妹妹这么不要脸，赖在哥哥家蹭吃蹭喝，跟你那个侄女一样，就喜欢离婚当破鞋，不招男人喜欢。你一个小姑娘说话干净一点，不要让别人听了去，还以为你没教养。郑建军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背后，这种事情还轮不到你做主，真不知道你妈是怎么教育的，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建军，新月不是那个意思，他就是担心桂英离婚了过得不好，想说服他不要离婚。郑建军冷哼一声，好赖话我自己还听不出来吗？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桂英她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我这个当哥哥的还能做得了这个主？此时郑佳佳也进来了。妹妹，这是结婚了觉得自己有靠山了是吗？跟长辈说话都这么没轻没重，一点小辈的自觉都没有。轮得到你说话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给我闭嘴！再这么说，佳佳也是你姐姐，你就是这么跟她说话的。顾美琴两人此时就像是被揭开了遮羞布，只能愤愤地进了卧室。而这母女二人留给郑建军的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与人回乡却发现恶毒亲戚连吃带拿，甚至时常克扣老人养老金补贴娘家。不料女人字字珠玑，大闹奇葩一家。小姑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回去吧？你不是得上班吗？有时间吗？有时间，我是兼职，回头我找我领导请2天假，我正好也休息2天。那行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坐车回去，老爷子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就是你之前不懂事寒了他们的心，你这次回去可得好好说话。我知道，以后我肯定不那么干了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回去？明天吗？对，明天回去，最少再住1晚。当晚郑桂英就住在养殖场。郑佳佳回去后，把要回老家的事告诉了周景川。明天我送你们2个回去，省得还要坐车。不用，我们坐客车，你忙你的。没事，有6子呢，而且结婚这么久也没回去拜访过爷爷奶奶。到时候我用厂里的小货车带你们回去，还能再装点东西。周景川事事考虑周到，让郑佳佳心中一阵感动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人就率先去找郑桂英。周景川已经提前把肉放进了车里。在那个时候，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，肉都是好东西。随后几人有说有笑的又去了商场添置其他的东西。桂英，你这孩子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？佳佳也来了，快进屋坐，我们正打算吃饭呢。等一下，爷爷，我们带了一些吃喝在外面，我让景川拿进来。老两口看了眼周景川，这才知道他是自己孙女婿。来就来，还带什么东西？咱都是一家人，不用那么客套。听到老爷子这么说，旁边一个中年妇女忍不住打岔：爸，佳佳是你亲孙女，她买点东西孝敬你，那不是应该的。郑佳佳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带点东西，老两口还说这话，真是脑子进水了。哎呦，老郑，桂英回来咧，这个是佳佳吧？好长时间没见咧，这一回来还给你们带这么多东西，这可得不少钱吧？孩子们的一份心意。周围的人羡慕不已。郑佳佳也是会来事的人，拿起一袋糖就给周围邻居散着。你干嘛？这糖不便宜吧？你给他们做什么？多浪费钱，留给大狗二狗吃不好吗？二婶，车上还有糖呢，不差这点。你这孩子怎么听不懂长辈的话？快点回去，别发了。他说完就直接扭头回了屋里。这也太多了，我们可吃不了，你们走的时候再带回去吧。啊，人家带都带来了，哪有拿回去的道理？而且咱家这么多人，我都觉得不够吃，怎么会吃不完呢？我觉得也应该给雪梅娘家送点。二哥二嫂，这是拿来孝敬爸妈的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们想吃就自己去买，这些东西可不少钱，你不能拿着二老的东西充大方。郑桂英本就不喜欢这一家子，
他们不仅不孝顺父母，还天天吸血。王雪梅更是个妥妥的伏地魔，家里有点什么东西，全部都拿过去补贴娘家。桂英，你怎么说话呢？雪梅又不是外人，这可是你嫂子，你嫂子的家人也是家人。你这么说，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？行了，你就少说几句吧。雪梅家又不是吃不起肉，需要你去送吗？这话显然是偏向小女儿郑桂英。王春梅一脸不屑的样子，心里满是不乐意。郑桂英也干脆没再搭话，直接跟老两口说了自己离婚的事。孩子，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？那个严文飞真不是东西，敢这么对你，我跟你妈找他去。哎呦，桂英啊，你说你都一把年纪的人了，还闹离婚，说出去真是有够丢人的。这事要是传出去，你让爸妈怎么出门？亏我还觉得你挺孝顺的，看你干的这些事，真是丢爸妈的脸。离婚怎么了？离婚犯法吗？你要是觉得丢人，那你就回娘家住去。你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呢？你嫂子说的又没错，你要是能生得出来儿子，还用离婚吗？说白了还是自己肚子不争气。你看看你嫂子2胎都是儿子。二婶，肚子争气，那就再生180个。生孩子又不是多光荣的事，用不着一直摆明面上来说。你当然会这么说，你跟你小姑一样都生不出儿子来，你要是能生得出来，还会这么说吗？不管佳佳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，我们家都是一视同仁的，哪怕她不生也是一样的。女性的价值又不是用生育来衡量的，那未免有些可悲。王雪梅可从来没听过这种言论。哪个男人娶媳妇不是为了生孩子？不生孩子那还不如自己过，自己赚钱自己花。我看你是生不出来，这么说吧。二婶，这就不劳你费心了，佳佳现在已经怀孕了。此话一出，老两口也坐不住了，拉过郑佳佳就开始问东问西。佳佳真有了，已经3个多月了。真好啊！我就说我们孙女咋可能不能生？这帮人胡说八道，也不怕遭报应。不就怀个孕吗？谁不怀孕？谁知道是男孩女孩呢？你一个长辈能不能有点长辈的样子？要是不想待着就滚出去，一直在这儿跟个长舌妇一样叭叭叭说个没完。郑建国看着媳妇被骂，索性就带着老婆孩子出去了。我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，看你个多有出息！再看看你，连老婆都护不住，你爸妈就没拿我当个人，不就是几斤猪肉吗？给我娘家尝尝怎么了？你别哭了，等他们走了，那些猪肉想拿多少都行，何必逞着一时痛快？二房一走，这边的氛围就轻松了很多。但很久没回来的郑桂英还是忍不住提醒二老：爸，不是我说你们，二哥这样干脆直接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得了，家里有什么拿什么，迟早有一天这家得让他搬空。哎，别提了，要是光送东西还是小事，可就连王家那小子结婚都是用的咱家的钱，就连我们的养老金也被你二哥偷走了。爸，你们这都不管吗？到时候咱们家直接跟着姓王得了，家里这么多口人，一点钱都不留，到时候出了事咋整？就我哥这样的，你们还指望他给你们养老吗？他偷了你们多少钱？3000块钱都偷走了。3000块钱偷走都给王家了。郑桂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疯了，恨不得立马冲过去跟二房大吵一架。对，王家那个找了个城里的，要的彩礼多，乱七八糟也花了不少。不行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去把我二哥叫过来。叫我干啥？你们不是不想跟我们一起吃饭吗？二哥，你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能偷爸妈的养老金给王家呢？3000，就他们家那情况，这辈子能还上吗？你赚了钱给老婆花，我们不说什么，但是你偷爸妈的钱给老婆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雪梅又不是外人，人家还给生了2个男爹，花点钱怎么了？你们就是不拿他当自己人。那你倒是拿自己的钱呐，爸妈的钱还是大哥给的，大哥给了是让二老花的，不是让你充大方往出借的。郑建国愣是吭哧吭哧半天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郑桂英乘胜追击，打欠条了吗？你快点去把钱要回来，能要多少要多少，再过几年就8成是要不回来了。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，更何况又不是外人，打欠条做什么？王雪梅看到丈夫出去，心里就发慌，于是贴在门上偷听。这会儿听到要钱的事，直接破门而入。你个缺德玩意儿，一回来就开始挑拨离间，钱我们都借出去了，那铁定是要不回来的。而且你一个嫁出去的，我劝你别管那么多，或者难不成你是想分一杯羹？你赶紧给我闭嘴！这钱是我们的，别说桂英没有那个想法，就算有，我这个当爹的给我闺女花钱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有，我儿子是娶了你一个，不是娶了你全家。你自己离婚了，你还想挑拨我们离婚？你是不是就见不得我们好？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，凭什么指指点点的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要是知道爸妈跟你们住一起是这样的，我早就把人带走了。说话间，郑桂英就要拉着老两口走。爸妈，走，到时候去了那儿，我给你们租房子住。桂英，你有钱也不能这么瞎造啊！你分了1万块钱，女儿也没跟着，你不如把这钱给我们，以后让大狗二狗给你养老。至于你分的这些钱，就交给我们替你保管。你一个女人家也用不到这些钱。一旁的郑家家几人都惊掉了下巴，恐怕这辈子都见不到第2个这么奇葩的人。你的意思是我的钱给你？对对对，这钱交给我们保管，以后你老了肯定有人管你。我呸！我看你是失心疯了，连我的钱都敢惦记。我告诉你，
你们1分钱也不可能拿走。我就算再找个男人嫁了，都比让你们给我养老强。你是不是傻？你有钱不给你侄子花，还给外面的野男人花，这不是便宜了别人吗？我乐意给谁花就给谁花，钱是我的，轮得到你在这说教吗？爷爷，我也觉得这钱的要回来，你们要是同意的话，我跟景川一会儿跑一趟，能要回多少算多少，到时候你们就跟我们去市里住，景川开养殖场，那边房子多。我同意，去要吧。老爷子已经对二房失望透顶了。听到老两口同意，郑佳佳立刻带着2个老人前去王家，而王雪梅跟郑建国2个只能在院子里破口大骂，与人含辛茹苦，竟养出一条白眼狼，做事谄媚，只为博渣爹一笑，甚至不惜跪求小三进家门。不料这只是噩梦的开端。你们也太没用了，这都几天了还没把郑桂英说服，她现在要跟我打官司离婚，到时候咱们家的钱还得分她一半。不是我们没用，人家好说歹说都不听，这丫头片子也没用，苦肉计都叫不回来。就因为自己没把郑桂英叫回来，一向慈祥的爷爷奶奶也开始不待见她，对她那是非打即骂。爸爸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彩霞好想你。可颜文飞此时正气不打一处来，看到眼前的赔钱货哭，心里更是厌恶。哭，就知道哭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你必须再给我去一趟，把你妈带回来，要是带不回来，你也别想有好日子过。颜彩霞傻眼了，眼里满是恐惧。爸爸，你不是最喜欢彩霞了吗？颜文飞也意识到自己冲动了，于是赶忙过去拉着彩霞安抚她。爸爸没别的意思，爸爸就是太着急了，你跟爸出去一趟，找你妈去，咱们把你妈带回来，你说好不好？要我说就不要找她了，让她后悔去。爸爸，你再找一个年轻漂亮的，她一个黄脸婆，以后死了都没人给她上坟。乖，话是这么说，但爸爸也不是无情无义的人。走吧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而与此同时，郑佳佳正在安排郑桂英离婚后的去处。小姑，颜文飞现在估计出来了，你可千万不能松口。我跟景川商量了一下，他那儿缺个做饭的，工资也不会给你少发，你可以去了在一边跟会计学做账，再考个证书，到时候出来找个单位上班是没问题的。郑建军在一边也是一阵汗颜，自己当哥哥的都没有想到这么多。而郑佳佳看郑桂英不说话，以为是她嫌弃这个工作不好。小姑，你要是不想去的话，等我回头再跟景川商量商量，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，主要是养殖场那边有住的地方，要是你能找到别的工作也行，到时候住我们那儿。做饭挺好的，小姑不嫌弃，一点都不嫌弃。谢谢你啊，佳佳，在小姑最难的时候帮了我。小姑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帮你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只要你不嫌弃就好。此时颜文飞带着颜彩霞来了郑家，一见面又是哭诉又是抹眼泪的，言语间全是悔不当初。可郑桂英依旧不为所动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我可以跟高云断绝关系，甚至不要他肚子里的孩子，咱们还像以前一样踏实过日子，这还不够吗？你别说了，你还是赶紧跟我离婚，把钱给我一半，咱们好聚好散。郑桂英，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德行，早就人老珠黄了，现在工作也没有，住的地方也没有，你离开我你就什么都不是，别回头耍脱了，连收留你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就是妈妈，你也不想想，你以前花的可都是爸爸的钱，你今天要是不跟爸爸回家，我以后就不认你了，你死了我也不会给你上坟。滚，你们都给我滚，你们愿意娶谁就娶谁，但是把该给我的钱都给我。你这意思就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。对，郑佳佳知道假如要打官司，颜文飞绝对会拖着不给钱。容我提醒一下，同意离婚那就把钱拿来分我小姑一半，好聚好散。要是不同意，想必你们厂里也不会想留作风有问题的人吧？你在威胁我？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那自然是威胁。郑建军一时间也对自己的女儿刮目相看。考虑好了没？不同意的话，那就走着瞧。我同意你的说法，但是我最多只能给3000。你当这儿是菜市场呢？你是过错方，按理来说那钱都是我小姑的，你要是不肯给的话，那就走法院，我们等得起。我小姑没工作不要紧，我养她。最多5000，没得商量。爸，这儿有苍蝇，赶出去吧。郑佳佳也不想跟他废话，可颜文飞忽然间拉过颜彩霞的衣领，抬手就是2巴掌。你看见了吗？你要是不回来，他绝对没好果子吃。颜文飞以为郑桂英还会像以前一样疼惜这个孩子。你怎么能打闺女呢？打得好，记得10点进，不然她不长记性。颜彩霞此时听到2人的对话，瞬间心如死灰。说话间，几人还将颜家妇女赶出了门，2人只能灰头土脸的回家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在外一定要注意，你这样让别人怎么看？别人爱怎么看怎么看，本来现在知道的人也不少。要我说，你就赶紧跟那个黄脸婆离婚，我带着肚子里的儿子嫁过来，到时候气死那不知好歹的娘们。颜文飞听到这些肺腑之言，心中有一丝动摇。之后哪怕别人问起来，自己只要说是郑桂英生不出儿子来，那就没人会编排他。问题现在他要跟我打官司，我要不同意财产分他一半，就要等法院那边的结果。文飞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而且我图的是你这个人，到时候我生了儿子，我们就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行，那我就跟他离婚，我颜文飞才不稀罕他那样的女人。
严彩霞一听到要离婚，简直比她爸还要高兴。高阿姨，你嫁给我爸爸，给我做新妈妈，让我妈后悔去吧。高云脸上闪过一丝错愕。文妃，我觉得彩霞还是让她妈带吧，一直也就是她妈带的。等我过2个月生了儿子，也照顾不了。不行，郑桂英现在就是嘴硬，等之后她想明白了回来要彩霞，她必须得跪着求我再拿出些好处来，不然别想带走孩子。行，那都听你的，我肯定会一视同仁，把她当自己的孩子看。高云现在可谓是好话说尽。当晚严文妃又去了一趟郑建军家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最后一次给你机会，你要是继续拿翘，以后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明天跟你离婚了，我会跟高云领证，你再想跟我复婚就不可能了。那可太好了，赶紧结，祝你们胎胎生8个。郑桂英甚至没有打开门，真是破锅配破盖，烂人自有烂人爱。第二天一早，郑家家便得知了郑桂英离婚的消息，于是赶紧联系律师撤诉。同时，养殖场的周景川也见到了一个不速之客。景川，那天你们走的时候怎么没叫我？亏我还在门口等了你们好久。我们想叫你来着，但是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在被领导骂，我们怕你觉得丢脸就先走了。一旁切猪肉的六子也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什么叫实在？这就叫实在。景川，你不说这个还好，你一说这个我要气死了。都怪郑家家抢我风头，我才一个没注意崴了脚。你可别什么都怪别人，那不是你学艺不精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学跳舞这么些年都从来没有出过岔子。那你怎么一碰到佳佳就出岔子？难不成她的优秀对你来说是一种负担吗？景川，那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在你心里我算什么？你不在。一旁的六子再也忍不住了，韩晶晶没好气地瞪了过去。好笑吗？对不起，韩女士，我是经受过专业训练的，一般不会笑，除非我忍不住。景川，郑家家心眼多着呢，你跟他在一起不会是他的对手。所以呢？所以你跟他离婚，我重新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。这么久以来，我也想明白了，咱俩分开实在是太可惜。你觉不觉得你的话有点可笑？你凭什么会觉得你的分量能比得过郑佳佳？从始至终我只喜欢佳佳一个人，以前跟你在一起那是迫于压力，你还是别说了，我怕我家那位误会。景川，你说这话太让人伤心了，那我们以前的感情算什么？算我眼瞎，算我倒霉，算你记性好。一旁的六子直接仰天长啸，手里的刀都要握不住了。韩晶晶脸上一会青一会白的，直接被气跑了。老大，我刚刚做的对不对？做得好，下次跟门房老头说一声，不要放他进来，不然你嫂子知道了心里膈应。行，一会儿我就去说，可不能让他进来了，跟个疯子似的。你跟大嫂过得这么好，他说离婚就离婚，好像大白天发癔症呢。如此可教，越来越有我的风范了。继续加油，回头给你涨工资。没一会儿，郑佳佳就带着郑桂英来了养殖场。郑桂英这么一走，顾美琴又开始对着郑建军发动温柔攻势。建军，你也别多想，我出发点是好的，也是为了桂英打算，就是我没你们那么开明。最近我也想明白了，如果桂英没有地方住，就住在咱们家也行。真是全凭你的一张嘴说。郑建军没说话，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。另一边的郑桂英看着养殖场，怎么看怎么满意。小姑，这边的宿舍你随便挑，觉得哪个好就住哪个。真是费心了，那我今天就搬过来，省得因为我在那边，两口子还要闹意见。不用管他，那也不是他说了算。对了，这2天我还不能过来上班，我打算回去一趟，把事情跟你爷爷奶奶说一声。现在事情解决了，也不用瞒着。没问题，什么时候过来都可以，不着急。郑佳佳仔细一想，自己也好久没有见过爷爷奶奶了，虽然他是冒牌货，但还是应该回去看看。小姑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回去吧。女人回乡大闹奇葩亲戚，甚至搬空屋子讨要债务，不料几人喜提分家。郑佳佳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到了王家。王雪梅母亲看到来人气势汹汹，但还是热情的打了招呼。郑桂英却直言不讳说出了此行的目的。那3000块钱不是我二哥的，更不是你们女儿的，那是我爸妈的，你们最好赶紧把钱还了，不然我们就报警了。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？我们又不是不还，只是现在没钱。儿子刚结婚把钱都用完了，现在没钱。那意思就是不还是吧？那我就报警了，把你女儿抓起来，你们什么时候还上了再把她放出来。你们爱报警就报警呗，反正我们没钱。王老太婆一向就是属貔貅的，光吃不拉。这时王雪梅也赶来了。妈，他们想报警就让他们去，这事跟你们没关系，都是我跟建国的主意。真有意思，一家人非得闹得这么难看。一旁的郑建国对郑佳佳他们很是不满，以往自己来了王家都是被捧着的，把他这个女婿夸得人间少有。爷爷，我觉得眼下这个情况还是报警吧。既然不打算还的话，那就报警吧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去镇上派出所。看到周景川要来真的，王雪梅他们一瞬间都慌了。你们还真要去报案啊？村里那么多人看着呢，不嫌丢人吗？你们要是不还钱，那就把你们一家都拘留，让你们吃好几个月的窝窝头。大不了这钱我们不要了，也不能让你们好过。妈，不行，就先把钱给他们吧。要是公安真的来了，对咱们也没个好，到时候我再从别的地方给你们拿。
行行行，不就是3000块钱吗？但现在还有1000，都给你们就是了，剩下的那2000就别要了，就是把我这把老骨头榨干，我也拿不出来。1000块钱太少了，最少还2000，不然咱们就警局见。两家讨价还价，王家最终同意还1500，剩下的80%是打水漂了。拿上钱就赶紧滚，碰上你们这样的亲家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以后我看也别来往了。真有意思，该说倒霉的应该是我家吧，自己没钱还总想这些歪门邪道，要我说有钱就活，没钱就嘎，诓骗别人的钱算是怎么回事？活不起了。这是我女婿他们给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亲爹跟儿子用分得那么清楚吗？嘴巴放干净点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景传，你进屋里把电风扇跟手表拿走，拿着别人的钱过好日子，也不怕遭报应，没钱就该过没钱的日子。周景川也不客气，直接进家里开始搬东西。王家人在旁边气得要死，王老太婆在一边急得直拍腿。造孽呀，造孽哟！这是土匪，敢来我们家抢东西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周围村民看着都觉得解气，这王家占尽便宜，现在还好意思说这话？亏我还以为你们在郑家能当家做主呢，现在好了，借的钱都还回去了，你们也赶紧走吧，别碍眼。等这两口子回家后，却发现他们正在商量分家的事。你们真要分家，那你们以后就别找建国给你们养老，乐意找谁就找谁。老爷子多少还是有些心软，又跟郑建国说了几句，可人家是跟王雪梅穿一条裤子的人，老两口终究还是失望了。你们可别后悔，接走了就别送回来，送回来我们也不管。郑佳佳甚至都懒得理他。真是没想到咱们现在一家都要指望佳佳，佳佳嫁了个好男人，咱们也跟着沾光。对呀，佳佳，你以后可得跟景川好好过日子。半截时，几人突然看到路旁躺着一个小孩子，一旁的2个大人脸上恶狠狠的。这是你家孩子吗？知不知道这样是犯法的？这当然是我家孩子，我们干什么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教育孩子也不能这么教育吧？你们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？郑佳佳赶紧凑过去把孩子拉起来，孩子脸上黑黢黢的，但还是能看得出来长相很清秀。但除此之外，郑佳佳心里还升起一阵奇异的感觉。没事，别怕，我们不是坏人。你们是哪儿来的？别人家管教孩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可显真你们了。走，狗剩回家，不然我跟你爹对你不客气。我活这么大，还从来没见过你们这么恶毒的。你们住附近？我现在怀疑你们是人贩子，在这虚打正着，你们得跟我们去派出所走一趟，再找你们村长给你们证明，你们才能把孩子带走。听到这话，两人都慌了，伸手就要抢孩子，旁边的妇女还哭爹喊娘的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我怎么觉得这小孩在哪儿见过？你不说还好，这么一说还真是有点眼熟。我觉得他跟佳佳眼睛挺像的。周景川一语道破，郑佳佳此时也开始盯着小朋友的脸。小朋友，你会说话吗？会说。那2个人是你父母吗？他们为什么打你？是我爹娘，以前他们不是这样的，自从娘生了小弟弟就开始了。大家听完都沉默了，做父母的哪有这么偏心的？有了小的就对大的大打出手。别怕，我们带你去找警察叔叔，以后他们就不敢这样对你了。谢谢你，漂亮姐姐。很快就到了公安局，郑佳佳先把事情跟公安说了一下，他们都不以为意。可当他们看到孩子身上的伤时，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做父母的不能这么丧良心，把自己孩子搞成这样，以后要是还动手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，到时候把你们抓起来蹲个10年8年的。夫妻2人听到这些话，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。郑佳佳随后又对公安表达了感谢。刚刚趁着没人注意，郑佳佳还给那孩子塞了50块，还留了一张纸条。小男孩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，一旁的郑佳佳竟也忍不住红了眼眶。随后一行人就踏上了回家的路。至于郑建军那边，郑佳佳是第2天才去说的。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一把年纪了，父母都照顾不好吗？不行，我得回去问问这个龟孙儿。行了，爸，你也不用回去了，我把爷爷奶奶接过来了，你回去也跟二叔说不通，他现在就像是被谁洗脑了一样，你有空的时候还是去看看爷爷奶奶吧。一旁的顾美琴恨得牙痒痒。郑佳佳真是烦人精，还把那2个老不死的接过来，以后这开销还不是得我们管？怎么能让老两口住在小周那儿？明天我去接回来，怎么说也轮不到你这个孙女赡养。郑佳佳本想说不需要，本来养殖场地方也大，但她就是不说，就是要看看顾美琴的反应。建军，我觉得老两口住在养殖场也挺好的，咱们家这么近，你就别把他们接过来受罪了。说的也有道理，那不提供住处的话，那就每个月的赡养费再多一点，每个月得15吧，也不能让他们在小周那儿白吃白喝。顾美琴一听也是不乐意了。建军，你这么给的话，咱们家就不够了，家里开销也大，吃吃喝喝的，孩子过2天也要开学，钱不够花，吃喝能用多少？我一个大男人不懂这些，不然你每个月记个账吧，等月底了我折算一下，看看到底够不够用。顾美琴的表情僵在了脸上，每个月的生活费她都多报，现在才能攒了点小金库，要是记账这不就露馅了？不用了，
记账太麻烦，给15也行，回头我省着点花。郑建军没有理会，直接跟着郑佳佳去了养殖场。独留家里的顾美琴发疯，